狂风呼啸，暴雨如注。断崖边，我咽下一口带着腥甜的唾沫，死死盯着前方。3个身穿血红色长袍的筑基期修士呈品字形将我包围，他们身上的杀气几乎凝结成了实质。文武，交出你手里的东西，留你个全尸。我没有理会他，而是缓缓张开满是泥污和鲜血的左手，掌心里躺着一颗龙眼大小的丹药。在南域修仙界，这种神物只存在于传说中。有文，这不可能！你区区一介散修，怎么可能炼制出这种神物？谁说这是我炼出来的？我毫不犹豫，将这绝世神丹丢入口中，丹药入口即化，庞大灵力在体内炸开，雷云汇聚，筑基天劫将至。我握紧怀里的葫芦，感受着新生的力量，大笑。不过，那已经是30年后的事了。30年前，我连最下品的凝气丸都买不起，更别提当面吞仙丹。我叫文武，却不通文武，只是外门3000灵农里最不起眼的一个。15岁测出5行伪灵根，被勉强收下，分到这半山腰的灵药园。修仙界残酷，没天赋没背景，每天天不亮就得挑水浇草。这草一株卖2块灵石，每月上交50株，剩下才是口粮和资源。我在这儿已种了3年地。文武还在磨蹭什么？再不去挑水，今天的灵玉诀你又要施展不出来了。来了，如今我才炼气1层顶峰，3年才从凡人踏入炼气，慢得让人绝望。年底若不突破2层，就会被赶下山重新做凡人。见识过长生，跌入凡尘比死还难受。那天傍晚，我趁天没黑，去断魂林边缘采野生苦叶麻。这草不值钱，但嚼碎肤间能缓解挑水的淤青。断魂林是禁地，有高阶妖兽，我只敢在最外围。刚弯腰拔草，就闻到一股浓烈血腥味，我心里一紧，本能趴下屏息。在修仙界，好奇死得快，足足等了半个时辰，周围没动静，只有乌鸦叫。我大胆子顺血腥味爬过去，拨开灌木丛，我看到了2具尸体，一个黑衣中年，胸口被炸开大洞，一个干瘦老道，脖子卡着断剑，显然是惨烈厮杀，同归于尽了。我心脏狂跳，这绝对是杀人夺宝。我的第一反应是跑，摸摸空别的储物袋，想到年底考核，一咬牙靠了过去。得罪了2位前辈，反正是死物，不如便宜了我这个活人。我边念叨边利落摸索，可惜黑衣人的储物袋全碎了，老道连储物袋都没有，穷得叮当响。我叹了口气，暗骂白蛋精受怕了。刚要起身，瞥见老道僵硬的手里死死抓着个东西，我用力掰开他的手指，是个巴掌大的葫芦，非金非木，灰扑扑有坑洼，就像凡人集市几个铜钱的劣质葫芦。我拿起来晃了晃，里面沙沙作响，像装着小颗粒。出于直觉，我将这葫芦塞进怀里，迅速用泥土掩盖血迹，头也不回跑出断魂林。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不起眼的葫芦将会怎样彻底改变一个底层凡人的命运。回到四面漏风的木屋，天已黑透。我立刻拴上门，翻过瘸腿木桌顶住，靠着墙大口喘气，后背全被冷汗湿透。底层修士命比草贱，若被人看到我摸死人东西，随便一个外门弟子都能捏死我夺宝。在黑暗中坐了很久，心跳平复后，我才小心掏出那葫芦。屋里点不起灯，只能借破窗透进的月光打量着用命搏来的战利品，非金非玉，摸着像磨平棱角的灰石头，却极轻。我探出一丝灵力，却如泥牛入海，没半点波澜，没半点灵力变动，连最低级法器都不算。难道是个凡人酒壶？但那老头临死都死死抓着它，绝不合常理。没有仙气和药香，反倒是一股刺鼻焦糊味钻进鼻腔，像熬糊的药渣。我赶紧倒在掌心里，
伴随沙沙声，滚出3颗黑不溜秋的药丸。仔细一看，心彻底凉了半截。这是废丹，炼丹失败的产物，没药效，还满是火毒药渣。修士吃了轻则经脉堵塞，重则当场暴毙。难怪穷的没储物袋，原来是个炼丹走火入魔的散修，手里全是要命的毒药。正想把葫芦随便扔了，异变突生。今晚月亮很圆，一缕月华洒下，接触月光的刹那，灰葫芦表面竟浮现极半的银光。若非夜太黑，根本发现不了。我揉揉眼，凑近了看，是真的。月光化作一丝银线，缓慢而坚定地钻进粗糙的皮壁。随着月华注入，它竟多了一丝温润感。它在吸收月华。我愣住了，能自发吸收天地精华的，绝对是了不得的异宝。手止不住颤抖，一个疯狂念头闪过：这葫芦吸收月华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看了看焦糊的废丹，又看了看正在呼吸月光的葫芦，我小心翼翼地把废丹重新塞回葫芦，盖紧枯木栓，没把它收起，而是端端正正摆在月光最亮处。那一夜我没修炼也没睡，像尊泥塑死死盯着，眼都不敢眨，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月亮隐没，葫芦表面的银光彻底暗淡，变回了那个丢路边都没人看的破烂。我颤抖着手，再次拔开了枯木栓。拔出木塞那刻，我本能屏息，生怕闻到焦糊和火毒，然而什么都没有，屋里静悄悄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缕若有若无的清香，香味带着草木的纯粹，吸入腹中，熬夜的疲惫都消散少许。我咽了口唾沫，将葫芦倒在掌心，我死死盯着这3颗丹药，呼吸瞬间变得粗重起来。原本黑不溜秋坑坑巴洼的废丹不见了，此刻躺在我手里的是3颗通体呈现淡绿色，表面光滑，甚至泛着一层微弱光泽的药丸。我在青木宗的外门坊室里见过这种丹药，这是凝气丸，炼气初期修士用来精重修为最基础，也是最常用的丹药。坊之里1颗下品的凝气丸要卖3块下品灵石，对于我这种1个月只能攒下几株灵草的底层灵农来说，3块灵石绝对是一笔巨款。但更让我震惊的是，我手里的这3颗凝气丸色泽均匀，没有一丝杂色，这绝对不是普通的下品丹药，至少达到了中品甚至上品的成色。这灰葫芦能提寸废丹？一个疯狂的念头在脑海中炸开，震得我头皮发麻。难怪那个干瘦老头是个散修，却敢随身带着那么多要命的废丹。他肯定也是偶然得到了这个葫芦，发现了他的秘密，正准备靠着吸收月华来变废为宝。只可惜他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份机缘，就死在了断魂林里，最后白白便宜了我。我激动得浑身发抖，但我到底是在底层摸爬滚打了3年的灵农，知道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得意忘形。修仙界的诡异手段太多了，万一这只是表面看起来像凝气丸，实际上火毒内敛，吃下去直接肠穿肚烂呢。我小心翼翼地从床底摸出一把生锈的小骨刀，在那颗淡绿色的丹药表面轻轻刮下了一点点粉末，然后我用指腹沾着这点粉末，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嘴里。轰！虽然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粉末，但入口的瞬间便化作了一股精纯温和的热流，顺着我的喉咙直冲丹田。没有火毒的灼烧感，没有杂质的滞涩感，只有纯粹的精纯的灵力。我平时辛苦打坐一整个晚上吸收的天地灵气，竟然还不如这一点点粉末来的精纯。是真的，这个灰乎乎的葫芦真的能够在吸收月华之后，将致命的废丹重新炼化提纯为高品质的灵丹。我紧紧攥住手里的3颗凝气丸，眼眶有些发酸。3年了，我在这片灵药园里像老牛一样干了3年，受尽了白眼和嘲笑。因为灵根驳杂，我吸收灵气的速度比常人慢10倍。眼看年底的宗门考核就要到了，如果我还是炼气1层，就会被彻底扫地出门。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这3颗中品以上的凝气丸，我有绝对的把握在短时间内冲破炼气2层的瓶颈。我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狂喜。天已经大亮，又把3颗凝气丸装进一个小玉瓶里贴身收好。我不能立刻闭关，如果我今天不去浇灌星蛇草，立刻就会引来管事执事的注意。一个底层的灵农突然闭关，太反常了，苟住才是活下去的唯一机会。我像往常一样换上那件沾满泥土的装束，挑起水桶，推开了茅草屋的破木门。哟，文武，今天起得挺早啊，怎么想通了，准备年底滚蛋前多给宗门干点活？王师兄说笑了，我天资愚钝，只能笨鸟先飞，多干点活了。他冷哼了一声，不再理我，转身去伺候他的灵药了。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低着头的我眼神中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麻木与绝望。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野心与炽热。只要熬过今天白天，今晚我就吞下凝气丸，冲击炼气2层。这一天的劳作，比过去3年里的任何一天都要漫长。挑水、除草、施展那生热的灵羽诀。往常做这些粗活时，我心里只有对未来的麻木和绝望。但今天，我的胸腔里却像是燃烧着一团火。好不容易熬到了天黑，我谢绝了几个相熟玲珑一起去溪边洗澡的提议，几乎是小跑着回到了我的破茅屋。关门，落栓，顶上木桌，一气呵成。我盘腿坐在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强行让自己做了几次深呼吸，直到心跳不再那么剧烈，这才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那个装有3颗凝气丸的玉瓶，拔开瓶塞，倒出一颗淡绿色的丹药。那股若有若无的草木清香再次钻入鼻腔，让我精神一振。成败在此一举了，我不再犹豫，仰起头，将这颗中品以上的凝气丸吞入腹中。丹药入口即化，根本不需要咀嚼，便化作一股温热的精液顺着喉咙滑入胃部。紧接着，轰的一声闷响，仿佛在我的脑海中炸开，一股极其庞大却又异常温和的灵力，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从我的丹田处猛然爆发出来。我吓了一跳，赶紧闭上眼睛，默念宗门免费发放的入门功法青木诀，拼命引导着这股灵力在奇经八脉中游走。我那驳杂的五行伪灵根，平时吸收天地灵气就像是用漏斗装沙子，存不下多少。但此刻，这颗凝气丸提供的灵力实在太纯粹了，几乎不需要我怎么炼化，就自发地融入了我的经脉之中。1圈、2圈、3圈，灵力每运转1个周天，我的经脉就会传来一阵撕裂般的阵痛，但紧随其后的又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舒畅感。我咬紧牙关，任由汗水湿透了粗布麻衣。不知道过了多久，体内那股澎湃的灵力终于汇聚成了一股洪流，朝着那道阻碍了我整整3年的无形屏障发起了最后的冲击。咔嚓一声，只有我自己能听到的脆响，仿佛某种禁锢被彻底打破了。原本狭窄干耗的经脉瞬间拓宽了1倍有余，一股比之前雄浑得多的灵力在体内平稳地流淌。炼气2层，我猛地睁开眼睛，黑暗的茅草屋在我的视线里竟然变得清晰了几分。我甚至能听到屋外10丈远的地方秋虫在草丛里鸣叫的声音，力量感充斥着全身。我握了握拳头，感觉现在的自己一拳就能打死一头凡间的猛虎。还没等我仔细体会突破的喜悦，肚子里突然传来一阵异响，紧接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从我身上散发出来。我低头一看，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皮肤表面渗出了一层黑乎乎的粘毛杂质，这是突破境界后肉身排出的后天毒素和污垢。我捏着鼻子赶紧推开门，跑到屋后的水井边，打了整整3桶冰凉的井水，从头浇到脚，这才把身上的污垢洗刷干净。冰凉的井水刺激着我的皮肤，我抬起头看着夜空中的那一轮明月，嘴角终于忍制不住的疯狂上扬。3年了，我终于跨过了这道坎儿。只要到了炼气2层，年底的宗门考核我就能安稳度过，再也不用担心被赶下山去当凡人了。回到屋里，我看着玉瓶里剩下的2颗凝气丸，又摸了摸贴身藏好的灰葫芦，眼神渐渐变得深邃起来。这只是一个开始，葫芦的秘密绝不能暴露，但我需要更多的废丹来喂养它。青木宗外门3000弟子每个月都会在山脚下的青云坊市进行交易。废丹那种东西，正经商铺肯定不卖，只能去黑市的散修地摊上碰碰运气。不过我只是个底层的灵农，如果大张旗鼓的去收购废丹，一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在修仙界，这种怀疑足以让我死上100次。看来得准备一套伪装了。我摸了摸下巴，心里暗暗盘算着，5天后赶上咱们青木宗外门1个月1次的休沐日，我可没心思像其他灵农那样去溪边抓灵鱼打牙祭，而是早早的把门给反锁了。我抠了点灶台底下的黑灰，把脸和脖子抹得漆黑，又翻出件以前过冬用的破黑棉袍。这袍子够大，连着个宽兜帽，往身上一套显得人臃肿不堪，绝对让人看不出我的身形和岁数。修仙界这地方杀人夺宝的事太多了，在没攒够自保的本钱之前，我宁愿做一只下水道里的老鼠。青云坊市就在山脚下30里外的一处山谷里，除开那些正经的商铺街，在坊市最深处的偏僻巷子里，还有一个只在傍晚到半夜才开张的鬼市。在那儿不问出处，不问身份，做买卖全凭眼力和胆量。天刚擦黑，我就压低了帽檐，跟着几个同样糙头露脸的散修混了进去。
这里头可没有明亮的月光石，只有路两边偶尔亮起的几盏幽绿色灵火。两边摆摊的修士大多穿着黑袍，戴着面具，连叫卖声都没有。看中什么直接传音或者比划手势，这气氛真是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我紧紧揣着那个玉瓶，手心里全都是汗。在鬼市里转了足足3圈，我才在一个角落的摊位前停下。摊主是个戴着恶鬼面具的壮汉，破布上摆着几件残破法器，还有一个贴着封条的黑泥罐子，罐子半敞着，里头飘出一股熟悉的刺鼻的焦糊味，是废丹，看着分量起码得有20-30克。我死死压住狂跳的心脏，故意捏着嗓子，用一种沙哑低沉的声音问他：这罐子里的垃圾怎么卖？炼气中期的火候没控制好，废了一炉聚气散，虽然是废丹，但也沾了点灵药的边。2块下品灵石全拿走。2块下品灵石去买一罐子能吃死人的毒药，这摊主简直是在明抢。但我非但没生气，反而暗暗松了口气，不怕他狮子大开口，就怕他不卖。我没立刻掏钱，而是从怀里摸出那个装有2颗中品凝气丸的玉瓶，倒出1颗在手心，迅速在摊主面前晃了一下，又马上收回瓶子里。我不给灵石，这颗凝气丸换你这罐废丹，加上一本普通的法术小册子。我压低声音，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摊主的眼神瞬间就变了，哪怕只是看了一眼，那丹药上纯正的灵气和光泽也绝对骗不了人。在黑市这种地方，这种成色的丹药至少能卖到5块下品灵石，而且还是有价无市。成交！摊主毫不犹豫的一口答应，那架势生怕我反悔。他在储物袋里摸索了一下，扔给我一本破破烂烂的线装书。这是火球术和敛息诀的残本，算甜头。我一手交出丹药，一手将黑泥罐子和破烂线装书直接扫进怀里。交易完成的瞬间，我极其敏锐地感觉到周围至少有3道目光死死落在了我的背上。露腹了，哪怕只是一颗凝气丸，也足够让某些穷疯了的底层散修铤而走险。我顿时头皮发麻，一刻也不敢多待，转身就往鬼市外走。出了鬼市，我没敢直接回宗门，而是专门挑坊市外围那些地形复杂的乱葬岗和密林绕路。一边走，我一边把刚换来的敛息诀在脑海里死记硬背，拼命试图压低自己的呼吸和灵力波动。就在我路过一片矮树林的时候，前面突然传来一声极其轻微的闷哼，我立刻趴在腐烂的落叶堆里，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顺着树丛的缝隙看过去，几十步外，一个穿着华丽的年轻修士正捂着喷血的脖子，满眼不可置信地倒了下去。在他身后站着一个瘦小的黑影，手里还握着一把滴着血的匕首。那个年轻修士我认得，刚才在鬼市入口，他花大价钱买下了一把上品飞剑，还得意洋洋地跟同伴炫耀呢。而现在，他已经成了一具渐渐冰冷的尸体。只见那个黑影熟练地摘下年轻修士的储物袋，又往尸体上倒了一瓶化尸水，伴随着一阵黄烟和刺鼻的恶臭，那具尸体在几个呼吸间就化作了一滩血水，连骨头渣都没剩下。全程不到半炷香的时间，一个大活人就这么从世上彻底蒸发了。我死死咬住自己的嘴唇，不让自己发出半点声音，冷汗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杀得生疼。直到那个黑影离开很久之后，我才敢从地上爬起来，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胃里更是翻江倒海。这就是真实的修仙界啊，没有半点温情和怜悯，只有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如果你不够强，甚至只要你不够小心，下一刻变成那滩血水的就会是你自己。我捂紧了怀里的黑泥罐子，借着夜色的掩护，像个幽灵一样逃回了青木宗的灵药园。这一夜的经历简直比我过去15年的人生加起来都要惊心动魄。但也正是这一夜，彻底打碎了我对这修仙界仅存的最后一点幻想。我关好房门，看着桌上装满废丹的泥罐和那个灰葫芦，眼神前所未有的坚定。我要变强，必须不择手段的活下去，然后再变强。回到茅草屋的第2天大清早，我还是跟平时一样提着那沉甸的木桶出门去打水。哟，文武，昨晚去哪儿鬼混了？眼眶黑得像被人打了一拳，走路都打飘。王师兄说笑了，昨晚修炼得太晚，急着想突破，结果一晚上没睡好，还是老样子。我表面上陪着笑，暗地里却不动声色地运转起了昨晚刚死记硬背下来的那本敛息诀。虽说这门法术只是个残本，还极其粗简，但用来伪装我现在的修为，那可是绰绰有余了。它把我体内炼气2层的灵力波动给死死地压制住。表面上看起来，我依然还是那个卡在炼气1层顶峰，随时会被宗门扫地出门的废物。俗话说得好，木秀于龙，风必摧之。在亲眼见识了黑市外头那种杀人夺宝的狠辣之后，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狗猪到底有多重要。到了白天，我就是青木宗里最勤恳最不起眼的一个底层灵农。我精心地去浇灌那几分地的星蛇草，施展灵羽诀的时候，甚至比以前还要更加卖力，故意装出一副为了应付年底考核在拼命挣扎的模样。
因为只有让自己显得毫无威胁、毫无价值，才能在这残酷的修仙界里活得更久。而到了夜里，这扇门窗紧闭的破茅草屋就成了我一个人独享的修仙界。那个花了我一颗中品凝气丸换回来的黑泥罐子，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座宝库。那里面可是整整装了32颗炼制失败的废丹聚气散啊！每次碰到晴朗的夜晚，我都会把那个灰扑扑的葫芦恭恭敬敬地摆在月光最亮的地方，就这么看着它表面浮现出一层银色的微光，贪婪地吞吐着月华，然后再把那些散发着焦糊味和致命火毒的废丹给一点点淬砺成散发着草木清香的中品，甚至是上品的聚气散。每当看到这一幕，我这心里头就充满了那种难以言喻的踏实感。修仙界里常说财履法地，这财字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个能变废为宝的灰葫芦，就是我安身立命，甚至敢去奢望长生大道的最大本钱。如今有了这么充足的丹药供应，修为以一种连我自己都觉得害怕的速度在那稳步攀升。从炼气2层初期到中期再到后期，那曾经阻挡了我整整3年的经脉淤塞，在这种精纯药力的日夜冲刷之下，早就变得不堪一击了。除了每天提升修为，我把剩下的所有时间和精力全都砸在了那本破破烂烂的法术册子上。火球术，这是修仙界里最烂大街的一种五行基础法术，但它就是我目前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攻击手段。为了不引起其他任何人的注意，我每天深夜都会偷偷摸摸地溜到断魂林最边缘的一处废弃矿洞里头去练习。刚开始练的时候，我只能在指尖上勉强凝聚出一朵黄豆大小的火苗，微弱的连一根干柴火都点不着，但我压根没气馁。我本来就灵根驳杂，资质愚钝，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拿命去熬了。我告诉自己，1次不行那就练10次，10次不行就练100次。体内的灵力耗光了，我就吞下一颗提纯后的聚气散，打坐恢复好了就接着继续练。就这样，一直到了3个月后的一个深夜，一颗足足有成人拳头那么大的火球，赤红中还带着一丝暗蓝色，直接从我掌心里呼啸而出，带起一股极其灼热的气浪，狠狠地砸在了前方10丈开外的岩壁上。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只见碎石四处飞溅，那坚硬的岩壁上硬生生地被我给炸出了一个焦黑的深坑，甚至连深坑边缘的石头都被那恐怖的高温给融化出了少许玻璃状的结晶。我气喘吁吁地靠在石壁上，死死盯着自己的双手，眼睛里闪烁着根本压抑不住的兴奋光芒。这威力绝对已经超过了普通炼气初期修士施展的火球术了。如果趁人不备，出其不意地砸在一个毫无防备的同阶修士身上，他就算不死，那也得8层皮下来。日子就这样在白天老实种地，晚上拼命苦修的枯燥循环里一天天过去了，而我的修为也悄无声息地摸到了炼气3层的门槛。一转眼，隆冬降临，寒风卷着漫天大雪，覆盖了整个青木宗的山头，而外门那1年1度决定了无数底层灵农去留的年终考核也终于到了。大雪封了山，可青木宗外门的广场上却乌泱乌泱挤满了人。今天可是外门3年1回的大考，也是决定咱们这些底层灵农生死存亡的日子。寒风呼呼的刮，夹着冰碴子打在脸上生疼，但比风更冷的是广场上那股子压抑到极点的气氛。王大年，炼气2层，灵草上交合格，过。李二狗，炼气1层顶峰，未突破，剥夺灵农身份，即刻遣送下山。每回一听到遣送下山这4个字，保准有人爆发出那种绝望的哭嚎，紧接着就被执法堂的弟子像拖死狗一样给硬生生拖走。修仙界这吃人的残酷，在这一刻算是展现的淋漓尽致了。下一个文武。一听到喊我的名字，我赶紧深吸了一口气，使劲搓了搓快冻僵的手，低着头就往那块测灵石走。我把手掌往那冰冷刺骨的石头上一贴，暗地里死死运转起敛息诀，把体内那都已经摸到炼气3层门槛的浑厚灵力给死死锁在丹田最深处，就抠抠搜搜地放出极其微弱的一丝，顺着经脉涌进测灵石。测灵石上立马泛起了一层灰扑扑的白光，不多不少，刚好就卡在越过炼气2层的那条刻度线上。文武勉强踏入炼气2层，灵草善交合格，过。算你运气好，下去吧。听到这话，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赶紧装出一副劫后余生、感激涕零的模样，冲着执事连连鞠躬，这才退回到了人群里头。算你小子命大，踩着狗屎运临阵突破了。我也就是憨厚的笑了笑，没搭理他。可我这心里头却是一阵冷笑。我要是真放出炼气3层的修为，固然能让外门管事高看一眼，混点好待遇，但也绝对会把我身上的秘密给兜个底朝天。一个5行伪灵根的废柴，凭什么修炼得这么快？我就只想赶紧赶回我那破木屋，继续守着我的灰葫芦，安安稳稳苟到天荒地老。可谁成想，
老天爷他就是不遂人愿。就在大考刚完事，我们这些侥幸过关的灵农刚准备松口气散场的时候，半空中突然就传来一阵极其刺耳的破空声。只见一个脚踩飞剑的内门弟子，轰的一声就落在了广场的高台上。长老令，宗门在后山800里外新发现了一处处于衰退期的微型秘境迷雾谷，谷内边缘地带生长着大量宗门急需的寒阴草。所有今日大考过关的灵农以及外门炼气3层以下的弟子，即刻原地待命，强制征冒前往迷雾谷采药，为期10天。整个广场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就爆发出了一阵压抑不住的骚动。迷雾谷啊，那可是常年都被毒瘴笼罩的绝世大兄弟，里头不仅到处都是毒虫猛兽，甚至还经常有其他宗门的修士或者亡命散修在那出没，让咱们这些平时只会种地的灵农跑那儿去采药，这简直就是明摆着拿咱们去当当雷的炮灰啊！任何人不得违抗，违令者废除修为，当场格杀。我这心也跟着猛地一下沉到了谷底，千算万算躲过了大考的淘汰，终究还是没逃过宗门的算计。在高高在上的长老眼里，咱们的命怕是连一株寒阴草都不如。但我半点没慌，在黑市见识过那种杀人夺宝的场面之后，我这神经早就被打磨得跟铁丝一样坚韧了。我默不作声地退到了人群的最边缘，脑子里开始飞快地盘算起自己手里捏着的底牌。修为是炼气3层，法术有那威力远超同阶的火球术，还有用来藏拙的敛息诀。趁着宗门调集非洲的当口，我借口尿急，赶紧躲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手脚麻利地清点了一下怀里的家当。灰葫芦，这可是绝对不能离身的命根子。还有3个玉瓶，第一瓶里装着5颗提纯后的上品凝气丸，关键时刻能快速补充灵力。第2瓶装着2颗止血丹，那是我拿几株便宜的疗伤草药配合葫芦虾琢磨出来的，药效出奇的好。至于这第3个瓶子里，就只装了1颗通体漆黑、闻着直恶心的药丸。别小看它，这是我用葫芦提纯肺丹的时候偶然折腾出来的一颗极品毒丹。它不但没被洗掉火毒，反而把所有的杂质和迷毒素都给浓缩到了极点。我以前在后山拿只野兔试过药，哪怕只是沾上那么一丁点粉末，那野兔在3个喘息的功夫里就化成了一滩腥臭的血水。这就是我最后用来保命的底牌。熬了半个时辰，一艘巨大的木头非洲就停在了广场的正上方。我和几百个面如死灰的灵农一块儿全被赶上了非洲。我专门找了个最不起眼的犄角旮旯盘团坐下，把宽大的兜帽往下一拉，闭上眼睛，拼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非洲猛地一阵剧烈震动，直接腾空而起，朝着那未知的兄弟破空飞去。刺骨的寒风在耳边呼呼作响，我死死握紧了藏在袖子里的那颗毒丹。兜帽阴影里的眼神变得冰冷，想让我死没那么容易。非洲在迷雾谷外围康当一下重重落了地，舱门一开，一股子刺鼻的腥臭味混着灰白色的迷雾直接就灌了进来。10天后带够30株寒阴草回到这里集合，交不求的就留在谷里当花肥吧。滚下去！咱们这群灵农啊，简直就像被赶鸭子似的，跌跌撞撞的就被轰进了浓雾里。我脚刚一沾地，二话不说赶紧运转起敛息诀，整个人跟条泥鳅似的，呲溜一下钻进半人高的灌木丛，赶紧脱离了人群。在这种没王法的鬼地方，最吓人的往往不是什么毒虫妖兽，而是身边那些杀红了眼的同门师兄弟，傻乎乎的跟着大部队走，那纯粹是给那些修为高的外门弟子当套雷的炮灰。这迷雾谷里头根本看不出多远，连神识都被压制在周围1、2丈的范围。我小心翼翼地踩着脚底烂透的落叶，手里死死攥着那把生锈的剔骨小刀。前头3天，我靠着比谁都小心，躲开了2头炼气出气的妖狼，还在几道阴暗潮湿的石缝里成功摸到了12株挂着冰霜的寒阴草。照这么个进度算，10天凑齐30株不算难事儿。可谁能想到，就在第4天傍晚，还是出岔子了。当时我正趴在一个烂泥塘边上，瞅准了一株品相极佳的寒阴草，刚要下手，突然我背后传来一声极其显微的树枝断裂声，我浑身的汗毛唰的一下全竖起来了，半点没犹豫，连头都没敢回，直接一个懒驴打滚就往旁边扑了过去。一道青色的锋刃简直是贴着我的头皮擦过去的，狠狠劈在我刚才趴着的位置上，把那株寒阴草连带着烂泥地生生劈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咦，区区一个炼气2层的种地废物，反应倒是挺快。中雾里慢悠悠地晃出俩人影，左边是个光头大汉，手里捏着几张符箓来回把玩，右边是个刀疤脸，指尖上还绕着没散干净的青色风元素，是劫修。瞅他们身上那股子一点都不带藏的血腥味，这谷里死在他们手里的人绝对少不了。我赶紧扫了一眼这2个人的修为，光头是炼气3层，刀疤脸是炼气2层顶峰。我故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直打哆嗦。2位道友，我只是个外门种地的，身上就这几株刚采的寒阴草，全给你们，留我条小命行不行？一边说，我身体一边跟着发抖，还故意往后退，吧唧一下绊倒在一段枯木头上。杀了你，东西一样是我们的，要怪就怪你命不好吧。话还没落音，那刀疤脸一抬手，又是一道锋刃奔着我的脖子就来了。我扯着嗓子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连滚带爬的躲开了锋刃，可左边胳膊还是被余波给扫中了，生生被刺开一条深可见骨的大口子，水墨瞬间就把衣袖给染透了。
这疼得我直抽冷气，但我手底下半点没敢停，飞快地从怀里摸出止血丹的玉瓶，直接吞了一颗。左胳膊上的伤口才3个喘息的功夫，竟然就不流血了。大哥小心，这小子身上有高阶丹药。刀疤脸眼珠子都亮了，贪婪的样全写在脸上，直接拔出法器长剑就朝我扑了过来。光头一听这话也加快了步子，俩人一左一右，连防备都不要了，满脑子就想着赶紧杀人爆装备。在他们眼里，我这么个受了伤吓破胆的炼气2层废物，那就跟砧板上的鱼肉没两样了。等的就是你们轻敌。就在刀疤脸那把剑眼瞅着要扎进我心窝的一瞬间，我原本装出来的惊恐眼神瞬间变得跟一潭死水似的冰冷。我猛地抬起右手，没用什么法术，直接屈指这么一弹，一颗黑不溜秋、臭气熏天的药丸跟长了眼似的，直奔冲在最前面的刀疤脸的面门射去。什么暗器？砰！那颗毒丹刚碰上他的剑锋，瞬间就炸开了，直接化成一团黑紫色的毒雾。刀疤脸连连后退，连剑都扔了，死死捂住自己的脸。就2口气的功夫，他整个人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直接化成了一滩腥臭的墨水。老二，跟在后头的光头大汉眼珠子都要瞪裂了，前冲的步子硬生生给刹住，看向我的眼神终于从看不起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恐惧。他估计在想，这他娘的是什么见鬼的毒药？现在轮到你了。我再也不藏着掖着了，炼气3层那副雄浑的灵力毫无保留的全爆了出来。去！光头慌里慌张往身上拍的那张防御符，在我这压缩提纯过无数次的火球面前，简直就跟纸糊的一样，瞬间就被撕了个粉碎。轰！火光冲天，光头连人惨叫都没来得及哼，就被这火球当炸成了一具焦炭，重重的砸在几丈外的树干上，死得透透的了。山谷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就剩下火烧树枝的噼噼声。这是我头一回真正意义上的杀人。我活下来了。我警惕地扫了一圈周围，确定没招来其他人，赶紧强撑着走到那具焦炭跟前，熟练地扯下他腰间的储物袋，从怀里掏出化尸水，把尸体也给处理得干干净净。干完这些，我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和烂泥巴，头也不回地一头扎进了更深的迷雾里。还要跑远点儿，肺都要炸了。就这儿了，封死他，留条透气的缝就行。总算是活下来了。这极品止血丹的药效真够霸道的，杀人放火金腰带，果然撑不起我呀！给我散！发财了，70多块下品灵石，我这底层灵农种一辈子地都攒不下这么多。玄铁盾牌，好东西，还有几张护身符箓。这把飞签至少是件中品法器，还有玉匣，这装的是这么多寒阴草，整整45株，加上我自己的12株，任务早就超额了。难怪那么多散修放着安稳日子不过，非要当劫修。辛辛苦苦种地3年，真不如在这谷里杀2个人来得快。但这种刀尖舔血的日子绝对不能常干，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今天算我运气好，要碰上个炼气中期的硬茬子，变成一滩血水的就是我了。灵石、符箓、玄铁盾、飞剑全给我藏好，这寒阴草留够30株就行，多交1株都会惹来不必要的盘问。低调低调。剩下的6天，我就在这儿死磕了，外面爱怎么杀怎么杀，谁也别想让我挪窝。趁着这几天巩固一下修为，再把这玄铁盾祭炼好，活命的筹码就又多了一份。来的时候500多人，现在就剩不到300个了，没人在意少了谁。在修仙界，人命果然是最不值钱的消耗品。交任务。装孙子这事儿我拿手。这管事估计怎么也想不明白，我这么个废物是怎么凑齐任务活下来的吧？下一个。就这3块破石头打发叫花子，我才不在乎。现在我的储物袋里可是有100多块灵石，2件法器，当然还有我最大的本钱灰葫芦。这回的迷雾谷真是把老本都赚足了。只要回到那间破茅屋，我就能安心闭关了。有这么充足的废丹和灵石撑着，炼气中期稳了。可算回到这四面漏风的狗窝了，后背往这操墙上一靠，在迷雾谷紧绷了10天的神经，这才算是彻底松开了。这屋里的霉味儿
现在闻着比啥仙丹都让人心里踏实。不过该防的还是得防，哪怕是在自己窝里，也绝不能掉以轻心。玄铁盾得放手边。接下来的日子，我又变回了那个老实巴交的底层灵农，每天老老实实挑水种地，听王胖子吹牛皮。这回迷雾谷死的人多，都忙着分地盘，根本没人会多看我这个毫无存在感的废柴一眼。100多块下品灵石啊，我全给藏床底下了，一分都不敢动。一个穷种地的，突然跑去访视挥霍，那叫老寿星吃砒霜，嫌命长。钱得有命花才行。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提修为，那罐子废丹现在可是我的命根子。有了这葫芦，外面抢破头的上品聚气散，我能当糖豆吃。突破到炼气4层，完全是水到渠成。回来才3个月，2颗聚气散下肚，这道坎破。成了，炼气4层，五感敏锐多了，神识直接能扫到10丈开外，10丈外连这只淋雨的野猫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炼气中期，总算脱离最底层的泥潭了，但这还远远不够看，继续练。这一年，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高深功法，我就用最笨的办法，死磕那把飞剑。劈4溜，一次不行就练1万次。第2年初冬，废丹全耗光了，这是最后一颗。炼气5层，给我冲！这股灵力太猛了，撑住！拼了！大周天循环，转起来！给我破！炼气5层，这股力量加上飞剑和火球术，再碰上刀疤脸那伙人，10招之内我必斩他们。内门五峰，30年前我连个下品丹药都买不起，现在我总算有了活下去的本钱。狗在药源发育成不了大事，普通丹药没用了，得想办法弄更高阶的东西，甚至为了筑基做准备。外头的世界再危险，这长生大道，我文武也得去争一争。一晃眼都4年了，想想4年前，我还是个卡在炼气1层，随时要被扫地出门的废物。五行伪灵根，没背景，每天为了那点星蛇草的定额，累得像条狗。直到在断魂林，我大着胆子摸了那2具尸体，拿到了它。西月华变废为宝，靠着这秘密，我小心翼翼地勾着，去黑市换废丹，在迷雾谷里反杀了那俩劫修，赚到了第1桶金。就靠着那些灵石法器，还有源源不断的极品聚气散，我硬生生在这破茅屋里冲到了炼气5层。炼气5层，在那些大宗门天骄眼里屁都不算，但在外门这3000种地的里头，绝对能横着走了。但我心里门清，这灵药园待不下去了，葫芦断粮了。到了炼气中期，聚气散吃下去连个水花打不起来，我得弄更高阶的废丹，比如运灵丹的废丹。山下那低级黑市根本逃不着我要的东西，再留在这儿，修为卡死不说，一个底层灵农常年不冷，早晚得惹来执法堂的搜魂，必须得走。刚好赶上宗门5年1次的外物轮换，3000里外的飞云城散修扎堆，买卖多，肯定不缺废丹。宗门的青木阁正缺个伙计，要求炼气4层以上。我把修为压到刚突破4层的样子，塞了3块灵石，这事儿就算成了。明儿一早就动身。暗格填平了，泥罐子也捏碎埋了，全部身家性命都收妥帖了。王师兄，忙着呢。听管事说，你小子运气好，突破了炼气4层，被派到飞云城去享福了。哪里是享福，就是去坊市里给人端茶倒水罢了。外面散修多，说不定哪天就身首异处了，还不如留在宗门里种地安稳。算你小子有自知之明，飞云城那地方吃人不吐骨头，
你这种闷扑头去了，可得机灵点，别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半亩星蛇草以后就归我种了，你赶紧走吧，别耽误我干活。那就多谢王师兄以前的照顾了。胖子啊胖子，这一走，咱俩就真是先翻两格了。你图你那2块灵石的安稳，我要走的是那条随时会粉身碎骨，却能长生久世的通天大道。半个月了，总算到了。乖乖，我在青木宗待了7年，也算见过点世面，可跟这飞云城一比，真他娘的壮观啊！天上飞的全是大佬和家族少爷，咱们这种练气期的蝼蚁，只能乖乖排队走大门。入城费1块下品灵石，逐出证期限1个月，过期不续办者，巡城卫直接当场格杀！滚！1块下品灵石，在宗门能顶半个月苦力，在这就换1个月转注证，这哪是修仙，这是吃灵石啊！真是个销金窟，真繁华呀！法器、丹药、符箓什么都有，只要灵石管够，延寿的灵果怕是都能买着。低调，捂紧袋子。青木阁应该在外城东区。跟主街那些大商铺比，咱宗门这青木阁可真够寒酸的。干什么的？今天不收星蛇草了，明天请早。这位师伯，我是宗门新派来打杂的文武，特来向刘掌柜报道。炼气8层，气血虽亏，但这实力绝不能惹。我就是刘掌柜，既然是宗门派来的，规矩你应该懂。包吃住，每个月3块下品灵石底薪，活儿就是给灵草分类、炮制入库，手脚麻利点，弄坏了药性扣钱。是刘掌柜，弟子一定尽心尽力。阿牛，带他去后院认认床，教他处理紫叶苏。炼气3层，倒是挺机灵。文兄弟，睡最里边吧，条件差了点，但在飞云城能白住就不错了。刘掌柜脾气差，你勤快点。不过这活过手的草药多，偶尔能碰上别人看走眼的好货。天赐的伪装啊，每天处理这些破草，正好能顺道摸清这儿的丹药底细。这打杂的活是真熬人，不过用来藏救最合适了。这飞云城的炼丹师真多，想靠炼丹暴富的散修一抓一大把。有炼丹就有废丹，这产量可比青木宗里大多了。阿牛哥，我今儿去盗药渣，怎么瞧见街上有人卖黑乎乎烧焦的药丸？那玩意儿能吃？外城西边有个烂药巷，住的全是做梦都想成炼丹师的穷鬼半肚子，练废了舍不得扔，拿出来骗新来的厨，吃那玩意儿找死呢！烂药巷，别人眼里的垃圾堆，对我文武来说，那就是埋着金子的宝矿啊！运灵丹的废丹，这回算是有门路了。在青木阁打杂的日子，枯燥是真枯燥，但我心里乐意啊！足足熬了半个月，总算等到了头一个休沐日。改头换面，这叫基本操作。练息诀压5层压到3层，在这满大街都是神仙的飞云城，炼气3层的穷鬼最不起眼，谁吃饱了撑得来盯我？顺着阿牛指的方向，好家伙，这冲鼻子的焦糊味和怪味，烂药巷就是这儿了。瞧瞧这帮人，熬红了眼，烧焦了头发，做梦都想当炼丹大师，结果全被现实砸得头破血流。来看看啊，正宗的聚气散废丹，虽然焦了点，里面还有2成药力，为零售绝对划算。残破炉鼎大甩卖，只要10块下品灵石。初级聚气散的废丹，白菜价我都不稀罕。我要找的是炼气中期用的运灵丹，这玩意儿极难炼，连废丹又是稀罕货。足足转了2个时辰，总算让我逮着了。烧成炭我也认得，这股子玉髓汁的味儿，绝错不了。运情丹废丹，稳住，不能漏底。
老头，这堆黑炭怎么卖？这是运灵丹废丹，昨天刚炸的炉，虽然废了，火毒和药力猛得很，拿去提炼毒液喂铜虫最好。不单卖，连着这破炉鼎一起5块下品灵石。5块下品灵石，这老家伙穷疯了吧？在这破烂巷子，5块灵石能买几十斤初级废丹，还强买强卖一个破铁疙呢。5块灵石，我都能去正规药铺买颗成色最差的正品了。留着你的宝贝炉鼎自己慢慢熬吧。等等，3块下品灵石全给你。老朽我已经没钱买止血草了，再不治伤，这把老骨头就要交代在这儿了。算我倒霉，刚好我养的黑腹蛤蟆需要点猛药。到手，撤，多绕几圈，可不能被人盯上。安全了，换衣服。可算熬到天黑了。唉，3块下品灵石，就为了这3块灵石，搁在青木宗，我得累死累活种1个半月的地。但是过了今晚，等我的灰葫芦吸足了月华，这堆黑炭全都会变成价值连城的极品运灵丹。1颗上品运灵丹，在正规商铺里最少也得卖20块下品灵石。最要紧的是，有了这批丹药，我卡在炼气5层初期的修为，总算又能提升了。快点到子时吧。求求了，快点到子时吧。子时了，这帮家伙睡得死沉，呼噜打得震天响，正好方便我办事。摸到后院这间破柴房，屋顶塌了一半，月光刚好漏进来。这里的药渣味够冲，刚好能把丹药成型时的灵气biến动给盖住。老伙计，看你的了。这10几颗黑紫色射的运灵丹废丹全倒进去，吸吧，敞开了吸。这千丝万缕的月华被吸进去的场面，看多少遍都觉得心神荡漾啊。闲着也是闲着，看看这个当天头买来的破炉鼎，真够沉的，起码有20-30斤。满身铁锈，肚子上还有这么大一条裂缝，哪怕比头发丝还细的裂缝也会炸炉，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铁。那瞎眼老头穷成那样，还随身带着它，真是执念太深。等等，这底子未免也太厚了吧？普通的初级炼丹炉为了受热均匀，底儿都很薄，这破铁疙瘩的底儿快占了1/3的重量了。不对劲，我拿灵力顺着裂缝探进去看看。有阻碍感，不是死铁那种堵，而是带点韧性的隔绝。里头有夹层。青色飞剑出，千万不能弄出动静，不能催动剑气，就当把快刀用，顺着边缘缝隙一点点撬，吧嗒开了。这厚底座还真是个盖子，这半寸见方的暗格里是块妖兽皮残片，边缘撕得乱七八糟的。这上面用暗红枝叶写的蝇头小浅是什么？控火诀。这居然是专门用来操控火焰的法门残卷。好家伙，教人怎么把狂暴的火系灵力抽丝剥茧化作绕指柔。虽然是炼丹师控火的手法，但我只有火球术这一张底牌啊，这对我简直是如虎添翼。要是学会了，我凝聚火球的时间能缩短，还能改变形态，威力绝对能再上一个大台阶。3块下品灵石，我真是捡到天大的漏了。那瞎眼老头抱着宝山当垃圾，全便宜我了。荧光暗了，提魂结束了，残皮先收好，开盖。没有焦糊味了，这药香浓的都化不开了。光是闻上一口，我这卡在炼气5层初期的灵力就开始躁动了。咕噜噜噜，12颗，圆润饱满，淡蓝色，像极了顶级的蓝宝石。12颗上品运灵丹，
发财了！要是拿去正规商铺卖，至少值200多块下品灵石。但我疯了才去卖，这可是炼气中期突破瓶颈的神药，在飞云城有钱都买不着这种没杂质的上品货。赶紧装进白玉瓶里塞紧，这药香可千万不能漏出去半点。有了这批运仙刀，在这危机四伏的飞云城，我总算有底气了。炼气6层，指日可待。这破炉顶拼回去，扔垃圾堆吧。躺回这硬场床，听着这帮家伙的呼噜声，我得好好盘算盘算接下来的计划了。有了那些丹药和功法，我在飞云城的日子就成了2点一线。白天嘛，我还是那个老实巴交的杂役，劈柴切药我全包了，连那抠门的刘老头都破天荒夸了我一句勤快。可一到晚上，这破柴屋就是我秘密练功的地盘。上品丹药真不是盖的，药力比以前猛了10倍，灵气跟火龙似的在经脉里乱窜，要不是有阵盘挡着，前院早察觉了。就这么熬了3个月，吃了8颗丹药，我这老牛拉破车一样的身板总算爆发了，炼气6层。在飞云城外城，我也勉强算把好手了。更让我高兴的是这控火诀，他教的不是把火球弄大，而是压缩，穿甲火线，体积小，速度快，连点声都没，简直是偷袭暗杀的神技。本想着白天打工掩人耳目，晚上偷偷升级，安稳熬到炼气后期。可惜啊，飞云城这种烂地方哪来的安稳日子？妈呀！原来是黑狼帮的赵堂主，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每个月的利钱我们可是按时交了的。利钱？刘老头，明人不说暗话。你们青木宗在南域算个葱，但在飞云城连屁都不是。从今天起，这条街归我们管，利钱翻3倍，店里收的灵草按市价3成优先卖给我们。这不可能，市价3成，你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我们背后也是有宗门的，你别欺人太甚。宗门撑腰，哈哈哈哈哈哈！掌柜的，炼气8成顶峰，加上后面那4个喽啰，硬拼就是找死。我只能屏住呼吸，当块石头。只要他们一拥而上，青木阁今天就得平了。老东西，给脸不要脸！我只给你们3天时间，要么交出地契和灵草滚蛋，要么你们几口人就准备在城外当花肥吧。走！青木阁这避风港，算是彻底待不下去了。3天时间，宗门根本指望不上，留下来不是被宰就是当奴隶，看来得准备跑路了。既然要走，我也绝不空着手走。刘老头压榨我这么久，库房里那些好货，我笑纳了。飞云城这雨下得更大了，像要把外城这层泥垢全刮干净似的。刘老头挨了那一掌，伤了心脉，就算捡回条命，这辈子的修为也算彻底废了。阿牛哥，你这是干嘛？文兄弟，这地方真不能待了。黑狼帮杀人不眨眼，等他们来收铺子，咱们肯定得被抓去试药。我趁天黑翻墙走，回乡下种地，这些我不修了。路上小心，别走城门，去找那些走私凡人物资的商队混出去。兄弟保重。阿牛能回凡俗界，但我回不去了。见识过长生的风景，谁还甘心回去当个凡人？这铺子反正是保不住了。库房里那些准备运回宗门的好货，与其便宜那帮土匪，不如成全了我的修仙大道。门上那点初级预警阵法，遇到我的高温火针，根本就是个摆设。发财了，整整300多块下品灵石，还有100年赤精枝，难怪刘老头拼了命也不肯让步。这老家伙背着宗门贪了这么多好东西，前门肯定有眼线，走后巷更稳当。
老四，你看，我就说这破铺子里肯定有耗子想趁乱开溜吧。小子，把储物袋扔过来，大爷我大发慈悲，给你留个全尸。今时不同往日，我连废话都懒得说，得速战速决。什么鬼东西？老四，妈呀！想走？炼气6层打炼气中级，只要抢占先机，就是单方面的屠杀。从这一刻起，我不再是什么底层灵农，也不是青木阁的杂役了。我是飞云城里一个毫无牵挂，只为长生而战的散修。飞云城这场大雨一连下了3天3夜，这几天外城可乱成了一锅锅。听说青木宗内城的大佬发飙了，直接端了黑狼帮的一个堂口。不过嘛，这些事儿现在跟我没半毛钱关系了。我现在安安稳稳地躲在外城南区，这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简直是脱壳藏身的完美泥沼。那天晚上处理完尸体，我在臭水沟里硬生生泡了半个时辰，把身上的灵力标记和气味洗得一干二净，又弄了点易容散，贴了块假疤，装成个饱经风霜的中年散修。花了50块下品灵石，我从个贪财老头手里把这院子一口气租了3年。为了以防万一，墙根下还埋了花重金买来的市井符，谁敢翻墙，我立马就能知道。折腾到现在，总算有功夫清点一下那一晚的战利品了。青木阁的库房，足足320块，加上那2个倒霉蛋的和我自己攒的，480块下品灵石，现款。这还不算2把中品飞剑、盾牌和一堆符箓。哦对，还有这宝贝——百年赤精枝。呵呵，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刘老头要是知道他贪的灵石全归了我，估计能气得从地府爬上来。有钱归有钱，但我绝对不敢声张。在修仙界，没背景还敢露富，那是嫌命长。钱得变成实力，才算真安全。接下来的2个月，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败，白天死磕控火诀，练着穿甲妥线，晚上就用葫芦提纯废丹，死死盯着炼气7层的瓶颈冲。可这修仙的路，真是越往越后越难走。从6层到7层，那是中期到后期的分水岭，要的是灵力阵变。不行，这上品运灵丹再精准，也差了点冲击力。想突破，必须得弄到专门破阶的丹药，或者后期修士吃的培元丹。可那种好货，烂药巷的垃圾堆里绝对翻不出来。茶馆永远是这城里消息跑得最快的地方。哎，听说了没？3年1次的地下黑市大拍，下个月初5要在内城的暗香楼办了。切，跟咱们有啥关系？那是大商会大家族吃肉的地方。听说这次连筑基丹的边角料都有，咱们这帮苦哈哈连进门的验资底线都够不着。这你就不懂了吧？除了内场拍卖，外场还有连续3天的自由交易会。到时候别的城池的狠角色都会蒙面来摆摊，那里头的好东西甚至是见不得光的黑货，只要你有灵石，啥买不到。地下黑市大拍，外场自由交易会，正规铺子买不到好药，但这鱼龙混杂的黑市绝对是销赃和买偏门货的天堂。大家都会隐藏身份，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离下个月初5还有20天，为了突破后期，为了长生，这一次我文武说不得要去那吃人不骨头的黑夜里好好闯一闯了。20天的时间转瞬即逝，这天入夜，我早早就做好了准备，用易容散把我那张蜡黄脸的骨相彻底改了，又在坊市边缘花了10块下品灵石，买了这件能隔绝炼气期神识探查的格灵斗篷，还有这青铜面具。斗篷穿在身上沉甸甸的，但却能把我炼气6层的修为波动完全掩盖。在地下黑市，保护底细比什么都重要。此时，飞云城内城暗香楼的地下室，谁能想到入口居然藏在繁华花街的枯井下面？这2名黑甲守卫竟然散发着炼气9层的恐怖气息。规矩懂吧？验之入场，100块下品灵石或者等价的宝物。100块下品灵石的门槛，这足以把飞云城9成9的底层散修挡在门外。进去吧。外场交易会为期3天，禁止斗法，
禁止强买强卖，违者死。门后的世界跟外面喧闹的花街截然不同，几百个白玉石台整整齐齐，没有叫卖，没有喧哗，所有人都在用极低的声音或者神识传音，气氛压抑，却透着让人疯狂的财富气息。这里绝对是高阶修士的销金窟。那把上品法器飞剑，标价竟然高达800块下品灵石，还有增加寿元的稀有灵果，沾着浓重血腥味的古怪法宝。我强忍震撼，专找摆丹药瓶的摊位。培元丹的废丹有吗？眼光不错，我这里刚好有一瓶炼丹大师炼制培元丹失败的残次品，虽然火毒深重，但毕竟是用百年碧草研烙的，药性极猛。一瓶8颗，50块下品灵石，拒绝还价。50块，这价格简直是在抢劫，但我心里简直要乐疯了。培元丹可是炼气后期冲击瓶颈的绝佳丹药，我要了。交易极其顺利，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准备再逛一圈，没别的需要就立刻撤退。紧接着，一股微弱但极其清晰的灼热感透过里衣处传到了我皮肤上。4年了，自从我得到这灰葫芦，除了在月光下提纯丹药，他从来没对外界任何物品产生过哪怕一丝一毫的反应。摊主是个大汉，面前全是破烂，长满绿锈的青铜断剑，风化了一半的妖兽骨骼，不知名的黑石头。每当我的视线扫过一样东西，我就感受一下怀里葫芦的温度变化，最后视线锁定了一块只有半个巴掌大小、颜色枯黄的木片，像结死树藤，又像干树皮，连半点灵气波动都没有，就像从柴火堆里随手捡出来的。但当我盯着它看时，怀里葫芦的灼热感瞬间达到了顶峰。老板，这堆破铜烂铁怎么卖？这些都是我从一处上古修士洞府外围遗迹挖出来的，虽然灵性全失，但材质特殊，随便挑，一件30块下品灵石。30块？你怎么不去抢？一堆没灵气的废品也敢卖30块？我最多出10块灵石，买几件回去研究研究炼器材料。10块太少，20块下品灵石，这3件你全拿走。成交。怀里的葫芦还在微微发热，仿佛一个饿极了的野兽，正发出迫不及待的渴望。我不知道这块木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我知道，我的灰葫芦或许要迎来一次真正的蜕变了。离开暗香楼，我没敢直接回柳树胡同，在错综复杂的下水道和废弃的凡人贫民窟里，我足足绕了3个时辰，期间换了3套截然不同的伪装，甚至故意在一个散修炼气坊的后院里死蹲了半个时辰，确信身后连只苍蝇都没跟来，我这才在天亮前翻墙回了小院。墙根底下的市井符完好无损，没有任何被触动的痕迹。反锁好房门，开启隔绝阵盘，我整个人就像虚脱了一样靠在门板上。黑道里那种高压气氛，简直比在迷雾谷里直面妖兽还要让人窒息。但当我摸到怀里这依然发热的灰葫芦时，所有的疲惫瞬间一扫而空。那把生锈的断剑和黑石头被我随手拨到一边，我的目光死盯在那块半个巴掌大小、布满网状纹路的枯黄木片上。我把灰葫芦拿出来，缓缓靠近它，距离越近，葫芦表面的温度就越高。当俩玩意儿相距不到1寸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没灵力biến动，也没刺眼的光，那块干瘪的木片居然像有生命一样，化作了一滩粘稠的枯黄色汁液，就这么顺着灰葫芦粗糙的外皮，一点一滴全渗了进去。这短短几个呼吸，木片彻底消失，完全融入了葫芦里，表面还多了一道极其暗淡的枯黄色藤蔓纹理。以前摸着像冰冷的灰石头，现在居然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温润，仿佛有了微弱的生命脉动，能引起葫芦主动吞噬的，绝对是同本同源的上古神物。那木片10有8九是某种上古灵藤的残骸，只要是进化，就是天大的好事。现在该验证第2件战利品了。我倒出那瓶花了50块下品灵石买来的培元丹废丹，离天黑还有几个时辰，
我开始闭目打坐，把体内的灵力调整到最巅峰的状态。夜幕降临，我把灰葫芦摆在窗前月光最盛的地方，拔开塞子，新出现的藤蔓纹理骤然亮起。这吸收月华的速度，以前是抽丝剥茧，现在简直是长鲸吸水。这么快，仅仅过了1炷香的时间。以前庭顺运星丹这种级别的废丹至少得1整夜，现在居然缩短到了1/10，这就是吞噬那块枯木后的蜕变吗？8颗没一丝杂质的丹药静静躺着，甚至还环绕着一圈淡淡的银色丹晕。极品培元丹，连修仙大家族的嫡系子弟突破都未必能敞开供应的极品灵药，成败在此一举。轰！丹药入腹的瞬间，一股前所未有的狂暴、精纯、浩瀚的灵力在丹肚里轰然炸开，太猛了！哪怕早有心理准备，这极品培元丹的药力依然超出了我经脉承受的极限。剧烈的撕裂痛楚让我直哆嗦，皮肤表面瞬间渗出了一层细密的血珠。我拼着经脉寸断的危险，毫不犹豫地运转起残缺的控火诀，把它当炉火，用控火诀强行压缩，引导它们化作一股极其凝练的灵力洪流。1次、2次、3次，不知道冲击了多少次。我的意识甚至都开始模糊，七窍全流出了黑色的巨血。就在快坚持不住的那一刻，那道臂肘终于在双重挤压下彻底崩溃了。原本狭窄的经脉瞬间拓宽了3倍不止，丹田气旋疯狂旋转，原本气态的灵力居然凝聚出了几滴液态灵滴。炼气7层，炼气后期。我感受着体内那股浩瀚如海的恐怖灵力。现在的我，如果再遇到青木阁那个炼气8层的赵堂主，哪怕不用偷袭，我也敢与他正面硬刚，绝对能将他斩于剑下。4年多的隐忍，4年多的苟且偷生，从一个随时被淘汰的凡人灵农，到如今踏足炼气后期，总算真正跻身这飞云城中层战力之列了。炼气后期已成，但长生之路才刚刚开始。我储物袋里可还躺着一株价值连城的100年赤荆枝，是时候谋划一下，该怎么把这件烫手山芋安全地转化为筑基期的资源了。突破后，我足足花了7天，才算把这股狂暴的灵力给驯服了。灵泉凝实了，中心在这3滴液体蕴含的爆发力顶得上我以前10个火球术。穿透力太惊人了，施法速度也比以前快了1倍，切口竟然烧成了琉璃晶体。现在的我对上那个姓赵的堂主，正面一招就能让他身死道消。但我得冷静，想冲炼气8层、9层，甚至筑基，还需要海量灵石和顶级功法。草木灵气太精纯了，屋里温度都跟着升了。100年赤荆枝，筑基丹药的辅料，对那帮卡在圆满期的老怪物有致命吸引力。这东西太烫手，我要是敢拿去外场摆摊，出门就得被那帮红颜散修撕碎了，搞不好还会引来筑基期的高手。只能通过官方途径脱手了。暗香楼的大拍信誉有保障，只要给够抽成，他们甚至会保护卖家。这次我故意漏了点火毒气息，实力强脾气差的老怪，这是我的新人设。亮出獠牙，在这儿比装孙子更管用。100块入场费。鉴宝阁，这里能隔绝一切神识探查。炼气9层顶峰，这鉴定师不简单。道友眼生得很，来鉴宝阁是要寄卖什么稀罕物件？看看。这是赤荆枝，看这年份和火候，起码有200年。200年？刘掌柜那个老狐狸连我都骗了，这分明是极品。哼，算你有点眼力，这东西够资格上那场大拍了吧？够，绝对够。道友，暗香楼愿出2000块下品灵石，直接买断，怎么样？2000块？
我辛辛苦苦攒了4年才攒400多，这老头一张嘴就是2000，不对，买断价至少比成交价低3成，不卖，上拍卖会。好，寄卖抽成1成。道友希望换点什么？灵石还是以物易物？灵石我只要一半，另一半我要换一部顶级敛息功法，不仅要能藏修为，还得能隔绝筑基期的神识。另外，如果有筑基丹的边角料或者废丹，也可以可抵扣。没有强大的敛息功法，我迟早会暴露灰葫芦的秘密。顶级敛息功法罕见，但恰好有一部枯木逢春诀的残卷符合要求。至于筑基废丹，这等神物就看道友运气了。这是贵宾玉牌，3日后子时凭此牌入场天字号包厢。道友的赤精之，我们暗香阁接了。3日后我自会再来。3天的等待，比我在青木宗种3年地还漫长。我连院门都没出，全用来熟悉炼气7层的灵力，还有反复推演拍卖会上的逃生路线。第3天深夜子时，我拿着那面紫金令牌，顺利穿过了暗香楼的重重守卫。这次没在外场停留，跟着侍女顺着暗道直接上了2楼的天字3号包厢。包厢不大，但奢华到了极变，地心暖玉铺地，万年沉香木桌椅，连待客的灵果都是外面见不到的珠果。贵客，这面单向琉璃晶能让您看清下面的一切，但外面绝对探查不到里面。若要竞价，只需向这块传音玉石注入纹理即可。1楼密密麻麻做了近1000个蒙面散修，2楼天字号包厢10个，地字号30个，这里头坐着的恐怕都是各大修仙家族和宗门的大人物。那天接待我的老头走上了台，但他此刻释放的气息让我瞳孔猛地一缩。筑基期，这老头那天隐藏了修为，这威压瞬间震慑住了全场。老朽暗香楼首席鉴定师穆真人，废话不多说，本次大拍现在开始。极品防御法器金光玄龟盾，底价800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少于50。900、1000。极品法器，我手里最好的飞剑才中品，开胃菜直接拍出了1300块的天价。我引以为傲的那400多块巨钱，在这儿连个零头都不上。接下来的半个时辰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每件成交价都在2000灵石以上。我强迫自己冷静，我是来找功法的，不能被外物迷了眼。接下来这件拍品有些特殊，上古敛息秘术残族枯木逢春诀。这秘术练成后，能把气息完美模拟成一段死木，连筑基后期神识都难察觉。但是它是残卷，想强行修炼，除非本身是极其罕见的天灵根，或者炼化过某种上古木属性灵物做媒介，否则强行炼只会经脉枯竭而死。天灵根，几百年不出一个，上古木属性灵物更是传说，这玩意儿简直是个鸡肋。但我坐在包厢里，心脏就像被重锤狠狠砸中，狂跳不止。上古木属性灵物，20天前，我的葫芦刚吞了一块疑似上古灵藤的残片，葫芦上还多出了一道怒黄藤蔓纹理。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完美的媒介吗？这残卷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底价500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少于50。竞拍开始。一片死寂，没人愿意花500灵石买个炼死自己的破烂。500灵石买回去给本少爷垫桌脚也算古董了。600。 700，天字号的朋友，一本残卷而已，何必跟我争？哼，我兜里只有400多块，但我有紫金令牌能套支，为了保命的功法，这钱我出得起。1000，全场倒吸阳气，花1000灵石买个鸡肋，不是疯子就是钱多烧的。弟子包厢怂了，不再跟价。1000下品灵石成交，恭喜天字3号包厢贵客。
贵客，您的枯木逢春诀，这笔灵石将直接从您最后的拍卖所得里扣除。放下吧，门一关，我迫不及待地把神识探进去。这是门远超我认知的顶级秘术，有了它，我最大的破绽总算能补齐了。诸位，接下来的这件拍品是本次大拍的压轴重宝之一。老朽敢保证，所有炼器大圆满的道友，甚至筑基前辈，都会为之疯狂。200年火候极品补药，100年赤精汁。一价2000块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2500、2800、4000。短短10几个呼吸就破了3000通关，1楼的散修全歇菜了，就看2楼包厢神仙打下。3500块，这株赤精枝我王家要了，还请诸位卖个面子。哼，王老怪，你那废柴孙子卡在炼气9层5年了，吃这神药也是浪费。4000块，4000块下品灵石，这巨款够在内城买个顶级洞府，或者养一支100人的炼气后期护卫队了。4500块成交，恭喜天字1号包厢。锤子一落，我感觉浑身力气都被抽干了。发财了，但也意味着极度的危险。刚结束我就捏碎玉石，侍女立刻把我带到了暗香楼最深处的密室。道友，这是您的扣除所得，赤精枝4500块，扣除1成抽成450块，再扣购买枯木诀的1000块，剩下的3050块下品灵石全在里面。为方便携带，老朽擅作主张，把其中3000块换成了30块中品灵石，算我们暗香牢结交道友的一点诚意。官方兑换比是1比100，但在黑市，1块往往能换110块甚至更多。30块中品，50块下品，1块不少。多谢，烦请安排条绝对安全的密道，我不希望有任何尾巴。这是随机传送阵，会把您传到外城30里内的任意枯井里。祝道友身道长青，随时欢迎再来。白光一闪，强烈的失重感传来，暗香楼彻底被抛在身后。等我再闻到外城这股泥土混着劣质灵药的味的时候，人已经在一条死胡同里了。我没敢直接回柳树胡同，足足绕了4个大圈，换了5套衣服，最后甚至装成个挑粪的凡人老汉，才在黎明前溜回了院子。反锁好门，开启阵盘，瘫在床上，心脏到现在还在狂跳。30块中品灵石，顶级敛息秘术，这7年来的隐忍憋屈如履薄冰，今天终于得到了最丰厚的回报。但我知道，现在还不到彻底放松的时候。我拿出残卷玉简，探入神识，又把融入了枯木的灰葫芦捧在手心。老伙计，看你的了。我深吸一口气，开始顺着那晦涩的路线运转7层灵力。刚转一圈，一股要命的滞涩感和枯竭感直接袭来，生机就像被强行抽走。这就是强炼残卷的下场。就在我快撑不住时，葫芦震了，那道藤蔓纹理骤然亮起，一股极其精纯、古老、生机勃勃的木属性气息顺着掌心轰然涌进来。它瞬间中和了枯竭感，反客为主，带着我的灵力完美契合了功法轨迹。1圈、2圈，大抽天循环。不知道过了多久，第一缕阳光照进了屋里。要是有人用神识探查，我此刻绝对就是一段毫无生机的枯木，没灵力，没呼吸，连气血都被藏得死死的。我心念一动，气息开始随意变换。凡人，炼气1层，炼气3层，直到稳稳停在炼气4层，毫无破绽。哪怕是刚才那个筑基期的木真人站我面前，也休想看穿我炼气7层的真实修为。成了。手握灰葫芦，徘徊30多块中品灵石巨款，
修为达到炼气后期，掌握了威力惊人的控火诀和完美的枯木逢春诀。从那个朝不保夕的底层灵农，到如今身家丰厚的炼气后期修士，这条凡人修仙路，我走得步步惊心，却也步步为营。看着天上那些筑基期修士的盾光，以前我心里只有敬畏和麻木，但现在我的眼神里只剩下平静和炽热的野心。飞云城困不住我了，这广阔无垠的南域修仙界，那高高在上的筑基期，甚至虚无缥缈的金丹大道，我文武来了。这一下真够狠的，半个身子都被砸进了淤泥里。炼气大圆满对上筑基初期，五脏六腑都快震碎了。跑啊！你怎么不跑了？区区一个炼气大圆满的蝼蚁，也敢染指本座看中的玉髓天藕？前辈，晚辈知错，宝物给您，求您当我是个屁，放了吧。装损子我最在行，极品敛息诀开到最大，让灵力直线跌到炼气1层。现在求饶，晚了。本座最喜欢把你们这些自命不凡的散修抽魂炼魄，点天灯，枯木逢春，转木生火，这是老子5年日夜推演的杀招。顶级敛心诀压缩的灵气气轩，给我爆！什么鬼东西？杀筑基！我一个炼气期的散修，居然真的越阶弄死了一个筑基初期的大高手！要是退回5年多前，刚在飞云黑市拍下枯木逢春诀，突破炼气7层那会儿，我哪敢想自己敢跨大境界阴死个筑基大修。那时我刚攒下30块中品灵石，满心以为能安稳苟到筑基呢。谁知突破炼气7层的第2个月，南域出大事了。内城家族疯狂抛售产业，丹药符箓10天翻了5倍。外城烂药巷一夜间少了上百个底层散修，全被强行征召了。我用小城的枯木逢春诀装成木头，潜入听风阁偷听，才知道魔道血骨门联合叛宗，兵临城下了。最多3个月，刘城的散修全得去填魔修的万魂幡。听到这消息，我刚交的3年租金也不要了，新酿的灵酒也不管了，就一个字：跑。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可是我在青木宗种地时就刻在骨子里的生存法则。连夜挖出所有灵石废丹，把灰葫芦贴身藏好，用易容散和银针把自己弄成个半死不活的6旬老头，再砸10块中品灵石的天价，买了张去星陨群岛的非洲下等舱船票。那里没规矩，妖兽多，但资源最丰富。逃离飞云城那天，下着瓢泼大雨，我混在逃难的人堆里，拼死压住为炼气后期的灵力，伪装成炼气2层的废柴。姓名：修为，出城干什么？老朽孙二狗，炼气2层，飞云城待不下去了，想回乡下凡人地界等死。一个快入土的废柴，滚吧，别挡在城门口碍眼。走出城门10里地，那个青木宗的灵农，飞云城的散侠文武，就彻底死了。坐上破浪号飞舟，我这凡人嗨星之路才算真正开始。不愧是血骨门的筑基期长老，光中品灵石就100多块，下品灵石堆成了山，极品法器掉了一地。玉髓天眸，炼制筑基丹的3大主要之一，这就是我冒死进赤血秘境的唯一目的。有了它，加上这5年在星海收集的另外2位主药，我的筑基材料全凑齐了。只要把药材丢进灰葫芦催熟提纯，哪怕我是最废的5行伪灵根，老子也要用极品筑基丹硬砸开那道天门。我刚把那血袍老鬼的储物袋揣进兜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天突然就变了。
谁敢杀我血骨门血云的真传长老？本座要将你抽魂炼魄，永坠血海！结丹期老怪，我头皮瞬间炸开了，吓得连头都不敢抬，直挺挺砸回了泥潭底。枯木逢春诀给我转到死，闭毛孔停心跳，血液也给我刹住。我倒要看看你这结丹期老怪能不能认出我这根烂木头。那老怪的神识就像生锈的锯子在我脑仁上刮，只要我有一丝恐惧，立马就得露馅。足足憋了半个时辰，秘境法则排斥，那老怪物终于被挤出去了。差一点，我这110来斤肉就真交代在这儿了。此地不宜久留，划破衣服，抹点赤血藤的汁，伪装成重伤，这叫底层的求生之道。空间一转，浓浓的海腥味。这是星陨群岛外围的中转岛，到处都是法炮破碎的倒霉蛋，根本没人多看我这重伤散修一眼。花了2下品林子，挤上运矿石的破船，在星海里晃悠了3天，终于到了黑岩岛。星陨群岛的贫民窟，连空气里都是呛人的硫磺味儿。这里没有高阶灵脉，全是灵农和黑户，但对我来说，这是最完美的藏身洞。蛛丝没断，地下的警戒、迷幻、毒煞3个连环阵盘也没动静，安全。进门前先假设屋里藏了3个解修，这是星海保命铁律。终于活下来了。接下来，到了老子逆天改命的时候。不愧是筑基大修，这储物袋大得像间屋子，120块种灵石，2万多块下品的，连能在星海前行的穿梭梭都有。但我现在对这些不感兴趣。玉髓天藕，3大筑基主要之一，表面3道灵纹，年份才320年左右。想保证成丹率，主要必须500年起步，300年，就算运气逆天也是炼出一炉废丹。更别说我还是个5行伪灵根的废物，年份不够，没关系，我这辈子缺的从来就不是时间。自从吞了上古枯藤残片，这灰葫芦就不光能提纯废丹了，它现在多了一个逆天的能力催熟。里面我攒了整整5滴造化灵液，1滴灵液可抵100年药灵。5年了，我受重伤都没舍得用。给我吸！500年药灵，这还不够稳妥，剩下的3滴全给我下去！700年药灵，拿去星海拍卖，能让金丹老怪倾家荡产的绝景天才地宝。主药成了，600年的紫后花，我拼着后背被妖兽扯下肉才抢来的；600年的天灵果，弄死修仙家族嫡系抢的；3大主药，42味辅药，全部集齐。3000下品灵石定做的9岩龙纹鼎，换别人凑齐这套材料得像孙子一样去求炼丹大师，但我文武不需要。我不懂炼丹手法，我也控制不好药性融合。别人怕炸炉，怕神药变毒渣，但我恰恰就是要让它变成贼渣。100日闭关，就此开始。等我破关之日，便是雷劫降临，龙腾星海之时。炼仙丹得要极品天赋和上百个印诀，还得懂药理。但我炼个废丹，那就简单粗暴了。600年的玉嘴天挠属水，紫猴花带毒，天灵果纯火，我直接用控火诀把这3股相克的恐怖药料当面团一样死命揉在一起。要是有正统炼丹师在场，看我这么糟蹋600年的灵草，估计得气吐血。给我碎！
好霸道的毒性，连我的灵力护盾都能腐蚀，完美。3大主要和42位辅药的杂质火毒，全揉在这一块烂泥里。万毒之王，终极废丹成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什么都没干，只管把精气神调到最顶峰，因为我有预感，这次灰葫芦的提纯动静绝对小不了。5天后，月云之夜。以前吸收月华叫长江溪水，这次简直就是掠夺。不好，动静太大了！我埋的3个隔绝阵法，连10个呼吸都没撑住，全炸了。这天地异象，绝对瞒不住。足足过了半个时辰。提顺结束了，9纹筑基丹，极品上面还有云纹，3纹都罕见，这9纹只在神话里有啊！我做到了，我居然真的做到了！找你找得好苦啊，小老鼠！能杀我血云长老，还能抹掉血魔追魂印。本以为是个金丹同道，没想到竟是个炼气大圆满的蝼蚁。要不是刚才这冲天异象引发了血印的最后一丝共鸣，还真让你躲了。9纹，这不可能！你区一界散修，怎么可能炼制出这种神物？文武，交出你手里的东西，留你个全尸！狂风、暴雨，3个筑基大型的绝杀局，我本来怕得发抖，但退无可退的时候，老子突然就不怕了。谁说这玩意儿是我练出来的？庶子，你敢！杀了他！连肉身带神魂一起炼化取丹，药料没散还有用。但我根本懒得看这些破铜烂铁，因为那颗9纹仙丹一落肚，我的世界就变了。这根本不是药，这是一颗在丹田炸开的太阳。经脉瞬间被撑爆，但600年玉髓天瓯的恐怖生机，又用最霸道的方式把经脉重组、拓宽。天劫？这怎么可能？只有结丹才会降下雷劫，他一个炼气蝼蚁怎么会引来天劫？是那颗9纹仙丹，遭天妒忌！快退，别被天道雷劫锁定！退！你们今天谁也走不了！疯子，你不要命了？谁带着天劫往人堆里扎？困不住多久没关系，拖住你们一息就足够了。老子完了！灰葫芦，他居然把劫雷卸下了7成，剩下的3成雷劫，加上9纹丹，那就是天道洗礼。5行伪灵根的最后一点杂质，给我碎！液态灵海，筑基期，老子终于跨过这道天堑了！寿元200载，神识扫10里。
刚才是你们说要炼化我取丹。前辈饶命！晚了。液态真元，这才是真正的神通。30年的凡人岁月，5年的生死蛰伏。今日，我文武终成筑基。断崖上还在刮风下雨，但我心里却像万丈深海一样平静。突破筑基是爽，但这黑岩岛不能待了。刚才紫霄雷劫的动静太吓人，方圆百里的高阶修士绝对察觉到了。谁知道那3个血骨门的死鬼，临死前发没发传音幡？必须立刻走。20里内的风吹草动，全在我神识掌控之下。炼气期跟这比，简直就是瞎子。2个筑基初期的全部身价，加上那血袍老鬼的，我等于洗劫了一个小宗门的宝库。战利品没空清点，先跑路。穿波梭、极品前行法器，就靠你了。下潜，100丈、300丈、500丈，往乱星海域的深处炸，越远越好。就在我离开半个时辰后，血骨门的高层赶到了，但任凭他们怎么搜山刮海，也找不到我半点蛛丝马迹了。深海潜航，不见天日。我在海底足足逃了半个月，跑出去了5万里，直到中品灵石的灵气耗光，我才在这片连妖兽都不来的死地停下。挖洞布阵，隔绝海水，隐藏气息，到这儿才算真正安全。终于有时间看看筑基后的自己了。内视丹田，之前的欠玄没了，变成了这一汪深邃的液态灵海，每一滴都藏着爆炸般的力量，经脉宽了数倍，比妖兽的筋皮还韧。最爽的是寿命，我能感觉到这股生机足够我活到200岁朝外，这就是筑基期大修的底气。去，这火线里怎么带了雷属性？替我挡了紫霄天劫的灰葫芦变样了，藤蔓变成了银绿色，还在冒电火花。空间变大了，吸灵气的速度快了1倍，而且我有一种直觉，以后用造化灵液催熟灵草，极大概率会变异，带上雷劫避邪的属性。好宝贝啊，不但没被劈坏，反而涅槃进化了。这可是我以后在星海安身立命的最大底牌。接下来的整整半年，我一步都没踏出这个海底珊瑚洞。老规矩，清点战利品，中品灵石300多块，下品灵石7万，加上一堆极品法器和阵旗。但我现在却面临着一个极其尴尬的致命问题：功法断层了。我那地摊或青木诀最高只能练到炼气大圆满，枯木逢春诀又只是门敛息秘术。我现在空有一身筑基期的庞大真元，却没功法去运转它们，就像个有了万贯家财的暴发户，不知道怎么花，只能放着发霉。长此以往，修为别说进步，弄不好还得倒退。不能再缩着了，必须去一趟星域群岛的圣城，弄一本最顶级的木术或火术主修功法。蛰伏了半年，风头也该过去的差不多了，是时候换个新身份了，去见识一下这星海中真正的繁华与残酷吧。天星城，星海第一圣城，它没建在岛上，而是直接悬浮在无尽星海的中心。光照外灵禽飞洲满天，简直就是神仙洞府。但想进去，
不管多财大气粗，都得在下方的接引岛老老实实排队。通通融融吧，入城费太贵了。滚滚滚！没零食来什么天星城？滚开！狗狗滚开！好狗不挡道！那是内海王家的少主，听说他爷爷是结丹中期的大修士。嘘，别看了，小心他把你扔海里喂妖兽。主机器前辈，我连飞行法器都没集，就这么走下来。现在的我叫陆崖，一个40多岁的孤独剑修。前辈大驾光临，晚辈天星城外门执事，给前辈请安。在修仙界，筑基期才算是真正挤进了上流圈子。前辈，这是天星城贵宾通行令，永久免入城费，直通高阶交易区。不知前辈是常住还是路过？常住。明白。前辈请走特殊贵宾通道，无需排队。开阵。当年在飞云城，我连一块下品灵石都要心疼一下。现在只要稍微露出一点修为，那些高高在上的规矩，全都会乖乖给我让路。内城的灵气浓得让人发指，不运功，灵气都顺着毛孔往里钻。这地方随便拽个掌柜出来，都是筑基期。陆前辈，你想租什么等级的洞府？皇级在山脚，每年100下品灵石；天字号在灵山之巅，带5阶大阵和地火室，但价格……天字号最偏僻、最安静的一座，这是3年租金，不用找了。30块中品灵石，3000块下品。前辈稍等，晚辈立刻为您办理最高权限。地火室、炼丹房、灵兽室，一应俱全。第一步落脚点，搞定。接下来该把手里的灵石变现了。星海商盟甲级拍卖会，有直指金丹大道的顶尖主修功法现世。顶级功法从来都是大宗门的命根子，这次拍卖会肯定会引来一堆老怪物抢破头。看来我还得去弄点能让人疯狂的筹码才行啊。血骨门那几个死鬼留下的垃圾灵草，是时候让他们变废为宝，再现世间了。血骨门长老储物袋里的垃圾低阶灵草，在天星城路边摊儿都卖不上价，50年到100年的边角料，但在我眼里，这些都是还未开采的金山。来吧，让我看看你涅槃之后到底有多逆天。风掌表皮脱落，神鱼像囚笼一样扎进玉石，但这还不是最惊人的，颜色变了，从暗红变成了极其妖异的紫金色，变异了，自带雷电纹路。在修仙界，年份固然重要，但最让人疯狂的是受极端灵气洗礼的变异。血玉参500年份，补气血，市价800下品灵石，若受天雷洗礼，变异为紫金雷骨参，无价无市，结丹老贵会为之疯狂。我手里这株是1000年年份的，有了灰葫芦，我等于有了一条量产变异1000年灵药的流水线。但我不能贪，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拿出太多会被天星城的元婴老怪直接搜魂夺宝。第二株幻雷预言果，不能提升修为，但能让女修容颜永驻，肌肤带光，那些大家族的女眷绝对会为他疯狂。足够了，只换我竞拍顶级功法需要的灵石。海市神龙，天星城最大的隐秘交易场，只认宝物，不问出处。接待我的是个筑基大圆满的瞎子，但他神识极强，进门瞬间就在扫我。结丹前辈降临，晚辈冒犯，敢问前辈是想出售灵药，还是……废话少说，从深海遗迹挖出来的2件赃物，看你们吃不吃得下。
是雷属性变异的千年血域参，传说中的紫金雷骨参，雷霆纯粹，没有半点杂质，这绝对是历经天地大劫残存的极品。幻雷预言果，前辈，这2件神物您打算怎么卖？急需灵石竞拍过几天的甲级大拍，不要下品，只收中品灵石或高阶法宝。你开价，我不满意，转身就去对面的多宝阁。前辈快人快语，这雷骨参对卡瓶颈的老祖是无价之宝，我们出2000块中品灵石。预言果上盟盟主夫人一直在高价悬赏，我们出1500块，一共3500块中品灵石，35万下品灵石，够买下一个小宗门了。看来百草斋的诚意也不过如此。前辈留步，这种极品要是漏了，东家非扒了我的皮不可。4000块中品灵石，外加一张本斋黑金贵宾卡，以后交易免抽成，这是我能调动的极限了。成交。整整4000块，庞大的灵气都在储物袋里凝结成了云雾，加上我之前的4300块中品灵石，这下我终于有资格坐在牌桌上，跟那些结丹老怪掰掰手腕了。刚出门，身后就跟上了几条隐晦的尾巴。百草斋想摸我这结丹老魔的底，扫了足足3遍，连根毛都没找着，悻悻滚蛋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星海商盟的甲级大拍，我等你们开局。普通的五官，因为常年不见阳光而略微苍白的皮肤，这才是真正的我，文武。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致命的问题，在天星城还要不要继续易容苟着？这里常驻结丹，甚至有元婴老祖，内城到处都是看破虚妄的高阶阵法，戴着面具或者用功法易容，在炼气期眼里是神秘，但在高阶修士眼里简直就是黑夜里打着火把一样惹眼。最完美的伪装就是不伪装。我是从南域逃难来的底层灵农，在星域群岛没人认识文武，我的真名和真容在这里就是一张彻头彻尾的白纸。既然已经踏入了筑基期，有了走在阳光下的资格，那就用真面目示人。一个坦坦荡荡毫无遮掩的初期散修，反而是最不会引人怀疑的。星海商盟甲级大拍，在这里筑基期仅仅只是入场券。诸位同道，星海商盟甲级大拍现在开始。前半场全是法器、阵盘和丹药，不为所动。我怀里揣着4000多块中品灵石，只为了一部能直指金丹的主修功法。直到拍卖会进行到后半段，此乃上古剑修遗篇，归一剑诀。各位看仔细，这不是普通的五行功法，而是一部极其罕见的无属性纯粹剑修功法。无属性？我五行灵根驳杂，修丹属性极慢，甚至会走火入魔。但这种无属性只修剑气的功法，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不过老朽必须言明，此功法威力极大，但修炼条件极其苛刻，必须引极其锋锐的金铁之气入体，忍受万剑穿心之苦，铸造剑机，稍有不慎，经脉寸断而亡。1000块中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块。1000块中品，掏空3个筑基初期，万剑穿心的反噬，更是让惜命的人直接放弃。1100块，1200块，让子弹飞一会儿。1300块，1500块，还有吗？2000块。无数道神识肆无忌惮地扫过来，我不闪不避，随便你们探，真气平稳，心跳不乱。一个相貌平平的初期散修，眼都不眨砸出2000中品灵石，这种反差只会让他们觉得我背后有结丹期老怪撑腰，是个惹不起的铁板。2000块中品灵石，第1次；2000块第2次、第3次，成交。功法到手，我的筑基之路终于铺平了。回到洞府，我足足闭关了半个月，日夜参悟归一剑诀。这确实是一部霸道至极的功法，将人体经脉当作剑墙，灵力化为剑气。但我很快遇到了瓶颈，想入门
必须吸收高阶的金铁之气铸造剑机。城里卖的矿石气息太驳杂，用它们筑基，我这辈子也就废了。我需要天然的、极度精纯的锋锐之物。外面站着3个修士，为首的大汉筑基后期，另外1男1女筑基中期。文道友在吗？在下徐狂，冒昧打扰了。徐狂，不认识，但我毫无畏惧。这是内城，借他100个胆子也不敢强攻。3位道友找文某何事？我们似乎素不相识。文道友快人快话，半个月前道友豪掷千金拍下归一剑诀，徐某可是印象深刻。道友想必此刻正为了寻找金铁之气铸造剑机发愁吧？是又如何？文道友不必紧张，我们这次来是想送道友一场造化。实不相瞒，我们半年前在3万里外的深海宫壑中发现了一处上古遗迹，名为沉渊剑重。那里海底凝聚了大量的天然星辰剑髓，这东西用来铸造归一剑诀的剑机，简直是绝配。星辰剑髓，百草录里记载的纯粹到极致的金属性至宝。既然有此等宝地，3位为何不自己去取？偏偏来找我一个素不相识的初期修士。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在修仙界就是催命的毒药。文道友有所不知，那入口被一座4象截流阵封锁。这阵法极其特殊，需要筑基前中后期4名修士同时注入灵力开启。我们独缺1名功底扎实的初期修士，普通初期灵力太虚，撑不住阵法抽湿。但道友在拍卖会上面对高阶威压面不改色，根基绝对扎实，滴水不漏，逻辑严密，还顺带捧了我一下。真的只是开阵，真进了一计，他们想捏死我就像捏死蚂蚁。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工具，更是个随身带着2000中品灵石的移动宝库。不过那可是星辰剑髓啊，没它我3年5载都难以入门。即使我杀不了筑基后期的徐狂，但下副本杀人不需要自己动手。可以，不过事先说好，里面的星辰剑髓我要30%，其他的宝物各凭本事。爽快！文小弟果然是明白人。3天后清晨西港口会合，这3天老弟尽可去准备些避水和防御法器。既然你们想拿我当工具人，那就看看到底是谁把谁当做垫脚石了。接下来的3天，我没去买什么防御法器，我去了最阴暗的黑店，重金买了一批极度偏门的引兽香，又用灰葫芦连夜催熟了几株能让人短暂麻痹的剧毒海草。将其碾碎，淬在了我那10几张极品爆炸符箓上。下副本不带点脏东西，怎么对得起他们这番盛情邀请呢？深海3万里，光线已经彻底被黑暗吞噬。徐狂、柳娘，还有那个一直沉默的铁山，我坐在角落，将自己筑基初期的存在感降到了最低。一路上徐狂对我嘘寒问暖，但我能感觉到铁山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死人。到了。高达崴杖的青铜巨门，4象截流阵。文老弟战青龙，铁山白虎，柳娘朱雀，我战玄武，听我口令，同时注入灵力。开！一股极其凌厉的剑气从门缝喷出，好精纯的剑气，里面必定有星辰剑髓。我不动声色地将一丝无色无味的引兽香粉末弹在了铁山的脚后肩上，海水被阵法隔绝，到处是断剑和白骨。12阶后期的铁甲水息，相当于筑基中期，大家小心！我刻意压制灵力，完美扮演了一个攻击匮乏的筑基初期。文老弟退后，让我来！
多谢徐大哥救命之恩。自家兄弟，客气什么？但我心里一片冰寒。我分明看到他们交换了一个眼神。1个时辰后，星辰渐随，但在祭坛前方盘踞着一条银角剑蟒。该死，情报没说这里有银角剑蟒。这气息半步假丹。短暂的死寂后，图穷匕现的时候到了。文老弟，这剑蟒视力差，靠嗅觉感知。我现在需要一个人去左侧全力攻击，引开他食息。铁山和柳娘已经封死了我的退路，只要说个不字，立刻动手。好，既然徐大哥发话，这诱饵自然是我来当。只求拿到剑髓后，别忘了小弟那份。算他识相。哼，可惜连3息都撑不住，准备抢剑髓。这不是攻击符，是我淬了剧毒海草的爆炸符。我没有把它们扔向妖兽，而是反手一甩。文武，你找死！爆炸的高温瞬间点燃了我弹在他脚后的引兽香。他发狂般放弃了我，张开血盆大口，朝着铁山疯狂扑杀。大哥救我！你敢！而我早已将气息收敛到极致，像幽灵一样绕过战场，轻易举地摸到了无人看管的祭坛前。徐大哥，剑髓小弟先收下了，你们慢慢玩。文武，我要杀了你！蓝光一闪，我彻底消失在了尘渊剑中。高阶水遁符，一息遁出上百里。我被随机传送到了一处阴暗的海底岩洞，这里水压极强，炼气期瞬间就会被压成肉泥。我立刻布下2套隐逸阵和1套预警阵盘。回想起那个徐狂，确实是老江湖，遇到假丹境第一反应是拿我填胃口。可惜啊，算计人者，人恒乱之。星辰剑髓，仅仅拿在手里，那股内敛的庚金锐气就刺得我掌心渗血。有了它，皈依剑技的第一步就有指望了。现在不能回天星城，徐狂若是逃掉毒我，麻烦就大了。最安全的做法是就地炼化，提升实力。引金铁之气入体，碎经脉，铸剑机。在入体的瞬间，我体会到了什么叫万箭穿心。这根本不是游走，是在切割。给我拧！但我低估了上古剑诀的霸道，它极其排斥我体内的伪灵根。如果任由它破坏，不出半炷香，我就会经脉寸断。既然你要破坏，那我就用更霸道的生机来重塑。500年份紫金雷骨参稀释的造化灵水，蕴含气血生机和霸道圣天劫雷霆之力。庞大的生机开始强行愈合经脉。更奇妙的是，天劫雷霆竟然是这星辰剑气的天生克星，它变得温顺了。好机会，成功了！一滴剑气成型。有了第一丝，接下来的过程就变成了痛苦与新生的无尽轮环。我在这里足足闭关了2个月，不眠不休，忍受千刀万剐，直到2个月后，这就是我的本命剑姬。
步的威力，没有前摇，瞬间激发，再对上那条假丹境的巨蟒，凭着雷音剑气的锋锐，我绝对能破他的鳞甲全身而退。更惊喜的是，破而后立，我的修为彻底稳固在了筑基初期巅峰，距离筑基中期只剩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是时候回天星城了，不知道徐狂他们死透了没有。重返天星城，我没有立刻回内城，我去了外城的一家散修茶馆。在修仙界，很多时候情报比法宝更能保命。你们听说了吗？内城的血锤徐狂前几天发了天价暗花，悬赏一个叫文武的初期散修。据说那小子在沉渊遗迹里阴了徐狂一把，徐狂带去的2个中期全死了，徐狂自己也丢了半条命，靠着血遁秘术才逃回来。一个初期阴后期，这文武长了3个胆子吗？徐狂果然没死，筑基后期的底蕴确实难杀，不过死了2个中期，丢了剑髓，够他吐血。他发悬赏找我，显然猜到我躲回了天星城的规则庇护之下，想找我，那就让你找个够。我没有伪装，没有易容，仿佛在自家庭院散步般，这就是天星城的底气。城内，别说他一个筑基后期，就算是结丹老怪，也不敢在这里厮斗，否则天星商盟的执法卫队会教他怎么做人。看着那些眼线，我知道徐狂绝对会气得把桌子掀了。气归气，他拿我毫无办法。回到洞府，我开始盘算接下来的路。剑诀入门，实战暴涨，但修为卡在了初期巅峰。以我的伪灵根，苦修至少还要20-30年，我等不了那么久。我需要炼制碧水青莲丹，主要必须是300年份以上的碧水青莲。这种灵草只生长在极深的水眼深处，我不需要天价成品，容易引人注意。我只需要一颗莲子或者一株幼苗，剩下的交给他。2天后，我来到了内城大型商铺百草阁。温前辈，您可真会难为晚辈。碧水青莲的莲子，这东西一出世就被炼丹大师抢空了，本店确实缺货。不过前辈若真急需，晚辈倒有个门路。我赶时间，半个月后，天星商盟有支大型商队要去雾海海域的水眼采摘碧水青莲，商队管事是我表兄，正缺几名不惹事、战力扎实的筑基客卿。前辈若随行，不仅报酬丰厚，还能优先以成本价换取1颗莲子。您意下如何？出城，徐狂那老狗肯定在外面布下了天罗地网，但我乘坐的是天星商盟的巨型海船，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强攻官方船队。如果不去，突破计划就无限搁置。可以，帮我报名，我叫文武。记住，我只负责护航，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我不掺和。前辈放心，我表兄最喜欢您这种守规矩的高手。走在回洞府的路上，我摸了摸怀里的灰葫芦。徐狂，你如果在城外堵我，最好祈祷别遇上我，否则我不介意再借一次刀，送你上路。半个月后，天星城东港口，天星商盟的巨型海船踏浪号，我毫不掩饰修为，作为护航客卿登船。哟，这位就是百草阁推荐的文老弟吧？在下孙富贵，这次航行的管事。孙管事客气了，拿钱办事而已。红姑筑基初期，铁手筑基中期。文小哥斯斯文文的，真遇到海兽，可别吓得腿软哦。前10天极其顺利，偶尔遇到低级海兽，炼气期护卫用床弩就解决了。但我有个毛病，在陌生环境里，从来不相信表面的平静。每天深夜，我都会将神识压缩，悄无声息地覆盖整艘大船。直到第13天，船底货舱有一层微弱的隔音结界。我运转枯木逢春诀屏蔽气息，极其小心地探听。孙管事，路线偏了，这不是去雾海的航线。
常规航线哪有油水？雇主传讯，让我们从枯骨礁绕道。枯骨礁，那是恶名昭彰的劫修老巢，你带10万灵石的货去送死？过主就是要用这批货做饵，调出枯骨礁的当家。真遇到劫修，红美和那个文武就是用来填命的炮灰。只要撑过一炷香，户主就会收网。事成之后，你我皆可分得2万灵石，还有1枚破接丹。好，干了。不过那个文武太镇定，有点邪门。一个没背景的初期散修，等到了枯骨礁，我自有办法封死他的退路。拿我当炮灰，我没有兴趣管你们黑吃黑，但我上船是为了那颗莲子。既然你们想玩，我就陪你们玩到底。不越级杀人，不代表我不能把水搅浑。2天后清晨，全体戒备，进入雾海边缘，提防海兽。男的杀光，女的带走，这肥羊归我们枯骨招了。文老弟，红姑，随我迎敌，挡住那个使斧头的。你想拿我当炮灰，那就看看今天谁才是真正的猎人。小白脸儿，去死吧！3名炼气大圆满，配合默契，没有丝毫灵力外泄，纯粹的肉身力量爆发。老三，这怎么可能？肉搏恐怖，好戏才刚开始。去。干净利落，毫无拖泥带水。我连储物袋都没捡，因为神识已经锁定了他们。孙管事，铁大哥，救我！果然，拿我们当诱饵拖住劫修，他们好去干见不得人的勾当。想去拿货，那也得问问我答不答应。下副本，大忌是跟大 boss 硬刚，趁乱摸鱼才是王道。枯骨礁的杂碎，老夫等你们很久了。天星商盟的海老，你居然藏在船上！姓海的，你真以为这趟妖你能保得住？受死！机会来了，我像死物般潜伏，顺着大洞无声溜进底层。黑色玉匣，高级封印，这就是海老亲自看守的东西——碧水青莲。什么人？放下东西！想要东西，去海里捞吧。好。问我，你个疯子！在深海炸船底，对你们是绝路，对我是坦途。再会了，各位。海底的世界是无尽的黑暗与冰冷。高阶水遁符一口气遁出200里，灵力耗尽时，我已经身处没有一丝光线的深海海沟。我没有停下，祭出黑晶打造的穿波梭钻了进去，这才松了口气。在保护下，我拿出了从商船上抢来的玉匣。碧水青莲的莲子，3颗足有100年年份的活体莲子，有灰葫芦催熟，再炼制成丹，突破筑基中期有了绝对把握。不过，这种灵物必须种在灵气浓郁、
水流生生不息的海底水眼中。孙富贵说过，原定航线有一处大型水眼的密地，说明附近绝对有水眼。我将神识压缩成细线，开始了5天的地毯式搜索。这种极度消耗心神的搜索，我足足持续了5天。找到了，这是一个隐藏的天然溶洞。这口泉眼的灵气比天星城洞府还要浓郁3分，但在水眼旁趴着一只2阶中期巅峰妖兽深海金甲蟹，相当于筑基中期，而且这架甲堪比极品防御法器，除了眼睛和腹部几乎没有弱点。正面强攻，深海环境我讨不到好，但下副本刷怪什么时候需要靠蛮猎了。我退到狭窄的通道口，像个耐心的猎人开始布阵。50张1阶极品寒冰符，10张2阶下品土牢符，布置完毕，运转枯木逢春诀，彻底隐隙。它太大了，通道限制了它的速度。就是现在，起！再爆！极寒之气让他关节结冰，动作迟缓了足足3成。就在他迟缓的这一刹那，我没有去劈他坚不可摧的贝壳，而是顺着他露出的那一丝缝隙，这一剑抽开了我近3成的真元，但战果是辉煌的，零伤亡，秒杀筑基中期妖兽。这就是修仙界法则，脑子加算计，永远比蛮干更致命。洞府有了，接下来就是我文武闭关种田，冲击筑基中期的时候了。水眼洞府内被我用阵法布置如同铜墙铁壁，我将3颗碧水清莲的莲子埋入了泉眼的灵壤之中。这里的灵气与活水是种植的绝佳之地，但我等不起它自然生长的数百年。每个月圆之夜，我都会浮上海面，让灰葫芦吸饱月华，凝聚出造化灵液后，我将其滴滴喂给泉眼中的莲子。时间在这深海的黑暗中失去了意义。半年后，水镜中长出的莲花和古籍记载的完全不同了。吸收了雷霆造化液，变异了。紫雷碧水莲，变异灵草药效恐怖，但这玩意儿炼出来的丹药，我这副身骨能扛得住吗？管不了那么多了，修仙本就是与天争命，怕死修什么仙？我拔出灵草，拿出几十味辅药，还是老规矩，终极废丹法。3天后，5颗散发着狂暴雷电毒素的废丹出炉，我没有犹豫，将它们塞进了灰葫芦里。又是一个月圆之夜，当灰葫芦吸收完月华，这不再是普通的丹药，这是3文雷莲丹。拼了！狂暴的紫色雷霆像无数柄微小铁锤，疯狂钝打我的血肉骨骼，痛苦比吸收星辰剑髓还要痛苦10倍，但我连哼都没有再哼一声。我疯狂运转归一剑诀，用水生木，用雷断金，丹田内的灵海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张，直到扩张了足足5倍有余。阻挡我的境界壁垒，在这股雷海洪流面前轰然破碎。筑基中期，感受着体内奔腾不息的雄浑真元和那柄更凝实的雷音剑姬，我有一种错觉，现在的我一拳就能打败那头2阶中期金甲蟹的外壳。筑基中期了，短短2、3年，我从底层散修一跃成为星海的中坚力量，这速度足以让大宗门天才羞愧。但这都是我用命，用无数次算计，用葫芦硬生生拼出来的。有了剩下的极品丹药，巩固境界轻而易举。孙富贵、铁手，还有那个雇主血锤徐狂，
你们拿我当炮灰。这笔账，我现在有资格回去跟你们慢慢算了。天星城内城，稳固了3个月的境界后，我推开了那扇石门，感受着体内奔涌的筑基中期真元，我的眼神一片冰冷。底牌永远要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对外我依然是离开时的修为。我径直走向了内城最著名的情报黑市——听风阁。文前辈，您要打听的孙富贵和徐狂，最近可是风云人物啊。哦，细说。大半年前，商船遭遇枯骨礁劫修，商盟长老海老与劫修同归于尽。海老果然死了，难怪孙富贵敢如此肆无忌惮。孙富贵奇迹生还，他倒打一耙，说商船被劫是因为出了内鬼，就是您。他说您炸船卷走极品宝物，商盟震怒通缉，血锤徐狂也在高价悬赏您。孙富贵和徐狂一拍即合，正布下天罗地网等您露面。知道了，好一个贼喊捉贼，借商盟的事来压我，那我就借力打力。我花重金买了一套2阶极品的都天困龙阵，莲子已经种了，但这玉匣上残留着天星商盟独家的封印暗记。莲子已经种下了，可这东西还能用，该让商盟的人也听听另一种说法了。把这个送到天星商盟执法庭门口，别打开。明白，明白。孙富贵勾结劫修，贼喊捉贼，想知道核心宝物下落和真相。3日后，鬼屋圈见。东西送出去了，接下来就该把人引出来。快看，那个青衣修士是选商榜上的文武，他居然还敢露面！快去通知徐狂和孙堂主。来吧，别让我等太久。鬼无渊，天星城外3000里，那地方常年黑雾不散，里面还有很强的磁暴，修士的神识会被削弱很多，越往里越麻烦。暗礁太多，非洲不能在半空正常飞，只能贴着海面走。1日后，我到了鬼无渊中心，我不越级硬杀人。徐狂是筑基后期，正面打我未必占便宜。孙富贵为了灭口，一定会拉徐狂来。执法堂看到玉匣残片，也会派高手暗中跟着。我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在鬼无渊里先斗起来。鬼无渊的黑雾太浓，周围只剩海浪撞礁时的声音。都天困龙阵已经藏进海底暗礁里了，只留一丝生门，够他们自己钻进来。文武，你这个混账，居然真敢在城外露面！徐狂在沉渊剑球被假丹妖兽重创，养了大半年才恢复，星辰剑髓也落到了我手里，他当然恨我。徐大哥，这话就不对了吧？剑咒里不是你让我去当诱饵的吗？我只是跑快了点，你怎么火气这么大？少跟他废话！文武，你勾结枯骨礁劫修，炸沉商船，夺走商盟重宝，今天我就替天行道，把你拿下，带回商盟复命。孙管事，这地方方圆百里连个人影都没有，你这戏演给谁看？商船到底怎么沉的，海老怎么没的，你心里真没数。雇主让你走枯骨礁那条航线，不就是为了调人出来再黑吃黑吗？怎么分东西没谈妥，现在就把黑锅扣到我这个筑基初期散修头上？你胡说八道！我胡说？铁手呢？他被炸在底舱，连尸首都没捞上来吧？你想杀我灭口，盖住你勾结劫修，害死商盟长老的事，可惜你太急了。徐兄，别拖了，迟则生变，一起出手杀了他。星辰剑髓归你，他身上其他东西全归我。正合我意，受死！一个筑基后期，一个筑基中期，
正面硬接不划算。起！阵眼塞了10块中品灵石，这种烧钱阵法没那么容易破。孙富贵，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执法堂双杀！来了，2个筑基后期巅峰，离结丹只差1步。文武一名传书，老夫原本还半信半疑，没想到真把你的话套出来了。勾结劫修，害死海老，你罪该万死！执法长老，误会，这是那小子的离间计，他手里有。拿下搜魂，一查便知。局势翻过来了。该死！你这混账，居然引来了天星执法堂！虚狂狂是狂，但不傻。2个筑基后期巅峰在场，他不会硬留。孙老弟，你自己想办法吧。哼，想跑，留下。欺人太甚，真当我好拿捏吗？筑基后期斗法，动静确实大。文武，你这个阴险小人，我死也不会放过你！藏了这么久，也该让他看清楚了。筑基中期，你什么时候突破的？大半年前，你明明还只是筑基初期。这个问题，你没机会知道了。阵开！我不越级硬拼，但同阶交手，我不打拖延战。归移剑诀，雷音剑气。你好霸道的剑气！晚辈文武见过执法堂长老，此人作恶太多，晚辈一时激愤，抢先出手，还请长老见谅。文小有剑术惊人，你提供线索，帮商盟铲除内鬼，老夫承你这个人情。孙富贵的储物袋，老夫要带回去交差，但他的人头奖金算商盟欠你的。多谢长老。文小友，此人就是黑市悬赏你的徐狂吧？正是。既然是你的仇家，又没什么背景，老夫就不带他回去了，就当商盟给你的一点天刀。2位长老慢走。现在只剩最后一笔账。任武，你不会有好下场。薛大哥，下次再组队，别拿队友当炮灰。这笔仇算是了了。借天星商盟的刀，除掉筑基后期的敌人，还让商盟欠了我一个人情。
先离开鬼无渊，不能给任何人留下追踪的机会。没有神识跟上来，再走远一点。这里够偏，适合清点东西。筑基后期的全部身家，怎么也该有点气息。徐光人没了，残印也拦不住我。我现在也不算穷，可这里面的东西还是有点夸张，真够肥啊！中品灵石1块、2块，足足320块。下品灵石也有几万块，但是这些就够我在天星城内城挥霍好几年。筑基期增进修为和疗伤的丹药不少，可惜火毒和血吸气太重。虚狂练邪功用的东西我用不上，只能卖掉。真正有意思的是这3样：染血遁法，虚狂敢横行天星城，靠的就是这门秘术。副作用虽大，但保命确实有独到之处，连执法长老的金光镜都差点没拦住。留作一张底牌，黑曜晶铁，极品法器甚至法宝雏形都用得上这种材料。虽然没有五行属性，但胜在坚硬。若能融入雷音剑姬，锋锐度还能再上一层。这东西倒是看不透。正面是刚字，背面是星图，没有灵力编动，却沉得不正常，连我的神识都无法穿透，还被虚狂用隔绝神识的玉盒单独装着。能被筑基后期修士贴身收藏，绝对不是凡物。算了，回天星城再找人打听。灵石归灵石，丹药待售，秘术材料和令牌单独封存。徐狂这一带收获足够让我实力再进一步。天星城我很快就回去，5天后我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天星城。是文武，那些盯着我的眼线倒是跑得干净。听说孙富贵那几个心腹全被公开处刑了，这位现在可不是悬赏犯，是商盟贵宾了。听说商盟的人还亲自去了他家里赔罪。从人人喊打到座上宾，不过几天而已。但我很清楚，他们敬的不是受害者，而是实力。一记雷音剑气，足够让很多人重新掂量我。在天星城，真正能换来尊重的，从来只有修为和杀力。前辈，这是商盟送来的贵宾令。另外，天字号洞府未来10年租金已经全免。有劳。这些好处可以收，但不能飘。真正该弄清楚的是这东西。打听黑市消息，还是换个身份稳妥。外城黑市鱼龙混杂，正适合打听闻不得光的东西。掌柜的，打听个物件，30块中品灵石。前辈好机缘，这是天罡暗会的入场令。天罡暗会，天星城每隔50年会举办一次超大型官方拍卖会，可那些见不得光的重宝、古修遗迹残片、宗门忌讳的赃物，不能上官方台面。所以官方拍卖会前1个月，几位隐士结丹器老将会联手举办天罡暗会。此会只认令牌，不认身份，难怪虚狂把他藏得这么严。能进去的最次也是筑基后期巅峰或大家族真正掌权的人物。暗会里可有顶级金属性或雷属性的剑道功法。我的归一剑诀只有筑基初期残片，再不补全，金丹无望。哈哈哈，前辈说笑了。天罡暗会里，别说功法残卷，就算是完整的上古剑修传承，只要你出得起价，也能买到。不过里面极少用灵石交易，大多以物易物。
而且那里面全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狐狸，进去容易，带着宝物活着出来难。明白了。天罡暗会，或许就是我补全剑道传承的机会。天罡暗会，我必须去，不只是为了皈依剑具的后续功法，更是为了结丹机缘。可那里最次也是筑基后期巅峰，甚至可能有假丹怪物，自保或许勉强，想从他们手里抢东西就是虎口拔牙。更麻烦的是我没钱，法宝没有，妖丹只有2阶，普通东西根本打动不了那些老狐狸。看来只能在灵草上做文章了。天罡暗会距离现在还有23个月，23个月对别人只是短关，对我却足够创造奇迹。道友若真要，这绝紫电竹根须50块中品灵石。不到10年，灵性大师在他们眼里就是废物。黑妖精铁的金器正好用来改造灵田。接下来就看你争不争气了。第1滴，第2滴，灵性开始恢复。年份越高，他的胃口越大。单靠造化灵液还不够，那就再加雷音剑气。一旦剑气失控，他就会被劈成灰烬。这是赌命，也是赌未来。吸纳黑妖精铁金气后，他竟然变异了。紫金雷音竹，1000年年份，金雷双属性天才地宝。别说筑基后期，就算结丹期剑修老怪，也会为他疯狂。有了这件筹码，天罡暗会，我去定了。距离天罡暗会开启还有3天，真正属于高阶修士的龙争虎斗要开始了。天罡暗会就藏在天星城地下极深处，这里的天然磁暴极强，神识一旦离体超过3尺，就会被搅碎。好大的手臂！已经来了30多人，神识被压制，可这些人的目光依旧让人不舒服，没有一个低于筑基后期，甚至还有结丹期老怪，足足3位。在这里，我绝不能露怯。筑基中期，在这屋子里就是垫底。若被看出我是混进狼群的哈士奇，明天的太阳就不用见了。结丹中期，而且比前排那3人更强。承蒙诸位同道赏脸，这一届天罡暗会由老夫鬼搜主持，规矩照旧。老夫拿出宝物，各位叫价，灵石或以物易物皆可。价高者得，强买强卖者杀无赦。好重的杀意！废话不多说，第1件拍品800年份血菩提，可延寿1甲子，并大大增强肉身气血，底价100块上品灵石或同等价值的保命法宝。上品灵石，第1件拍品的底价就秒杀了徐狂全部身家。第1件拍品上品灵石，起拍价我出极品防御法臂玄武盾，外加30块上品灵石。我出700年份阴魂木1节，1件护身秘宝，3颗保命丹。血菩提虽好，对我却没意义。只要找到种子，年份灵药对我不是最缺的东西。我来这里，目标只有一个。上古残阵图1卷，疑似出自古修洞府。200上品灵石加1套5星阵旗，结丹期海兽完整骨架，炼器布阵皆可用。残破法宝雏形1件。这些东西放到外界，足以引起血雨腥波，但不该出手的时候，
绝不能乱动。终于要到压轴了，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重头戏。诸位，这是本次暗会的3件压轴重宝之一，护体灵光。好强的剑气！这是雷音剑姬在呼唤他。归一剑诀中卷残篇，以及上古剑修遗留的毒金剑髓残片。此剑诀虽只含筑基中期到结丹初期功法，但威力霸道，在座剑修应当清楚。炼化此物，结丹期之下，剑气几乎无坚不摧。这东西就是为我准备的。中卷补结丹功法，剑随助雷音剑姬彻底成型。此物不换灵石，卖家寿元将近，只要3样东西中的任意一样，1000年份雷属性天地灵根增加3成结丹几率的极品降尘丹，或延寿200年的天地奇珍。这3个条件，一个比一个变态。鬼叟前辈，这条件未免太苛刻了。老夫有500年份天雷果，外加200块上品灵石，可否通融？卖家说了，少1天年份都不行，没有就流拍。不能再等了，慢着。只维持1息也足够了。果然，这群老狐狸最怕看不透的人。一节紫金雷音竹，年份1200年。什么？什么？只是斩下一节竹节，就已经够心疼了。果真是1000年以上的紫金雷音竹，而且还是变异的双属性。此物价值极高，换这半部残卷和1块残碎剑碎，您亏了。老夫可以做主，让卖家再补您500块上品灵石。哼，我时日无多，要那些破石头何用？换还是不换？换，立刻换！到手了，别露破绽。没人敢再用神识试探我了。能随手拿出1000年身份变异灵烛的老怪物，在这里就是不能招惹的。3个时辰后，暗会散场。鬼叟为了保护交应者的隐私，开启了12座随机传送阵。一阵强烈眩晕后，眼前景色骤然变了。咸腥的海风，这里已经离天星城足有500里。我没有立刻逃走，跟了我一路，既然到了这荒山野岭，阁下就不必藏头露尾了吧？好敏锐的灵觉，难怪敢在那群老怪物面前露富。正是暗会上那个想用天雷果交换剑诀的剑修，你在暗会里展露的那一瞬假丹威压，确实唬住了鬼叟那帮人，但你骗不了我。我主修的是水镜灵瞳，虽然不能透视你的伪装，但我能看穿你的骨灵和气血。你的真实骨灵绝对不超过40岁，一个40岁的修士，就算打娘胎里开始修炼，撑死也就筑基中期。你那威压是用妖弹取巧弄出来的吧？猜得挺准，可惜
死人不需要知道真相。把你身上剩下的紫金雷音竹交出来，一节竹节就是1200年份，你手里绝对还有竹根，交出来，我给你留个全尸。否则怎样？找死！筑基后期巅峰剑修全力一击，威力确实恐怖。越级对战很难，但如果地形合适又做足准备，那就另当别论了。你既然修炼水属性功法，难道不知道水是可以导电的吗？都天困龙阵起，是吗？报！这座荒岛现在就是封闭水牢，归一剑诀，转，狂暴紫雷，全给我进去！你个疯子！这种无差别攻击，你自己也会被电死。不好意思，我这雷认主，雷音剑气破。他到死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被筑基中期一剑秒杀。你很聪明，看穿了我的伪装，可惜你算漏了我的外挂和脑子。天星城该回去接单了。还是不行，强练归一剑诀中卷，真是在拿命硬扛。2年了，我还是卡在这一步。自从天罡暗会之后，我就把洞府彻底封死了。中卷残篇和公金剑髓我都拿到了，初卷靠星辰剑髓和紫电金雷烛才勉强铸成剑姬。欲入后期，需引万载玄金煞入体，淬炼剑骨。万载玄金煞偏门危险，还几乎找不到。我也不是没试过别的办法，我买过筑基期金属性妖兽骨骸，想用灰葫芦试一试，结果没有半点煞气，只剩一滩粉末。灰葫芦的根本是上古枯藤的木属性生机，它能催熟灵草，却造不出金属性的紫极煞气。没有万载玄金煞，我这辈子可能就停在筑基中期巅峰了。各大商会我都查过，几百年都没见他上过拍卖会。出城去深海找，范围太大，风险也太高。这个动静不是普通访客。星海长老会直属执法铁卫，2名筑基后期巅峰，离假丹境只差1步。天字67号洞府，文武道友，我是星海铁卫统领赵贺，奉长老会最高征召令，请立刻出关答话。最高征召令，天星城出大事了。逃不了，门外2个人已经把路堵死了。先装入，不能让他们看出底细。晚辈文武见过2位统领，刚才行宫到了要紧处，出来晚了，还请2位恕罪。文道友不用紧张，你当年在鬼屋渊帮商盟处理过孙富贵，底细还算干净。你享受了内城灵气供养，现在该出力了。晚辈实力低微，不知道长老会要晚辈做什么。不是只征召你一个，整个内城筑基中期到大月满的散修，一个都跑不掉。半个月前，允仙海域震出一处上古大宗遗迹，名字叫坠星渊。这种地方，晚辈这点修为进去，怕是很难活着出来。结丹期以上靠近，就会触发自毁禁制，只有筑基期能从缝隙进去。进去破残禁，找上古玉简和珍稀材料，活着带出来，长老会有重赏。晚辈最近经脉受损，战力10不存1，能不能用灵石抵这次征召？文武，你在洞府里待久了吧？长老会的命令不是拿灵石讨价还价的，
半个时辰后，中心广场点将台集合。别想着跑，你的气息已经被追魂锁锁定。没有选择了。4000多块中品灵石，还有符箓阵盘，全都在身上。上古大宗遗迹里，要是有兵器种或炼气风，也许就有万载玄金煞。能不能突破筑基后期，就看这一次。400-500名筑基修士，连筑基后期都有将近30%，这里没有人是自愿来的。在这种地方，越不起眼越安全。这位道友看着面生啊，在下千幻叟李长庚。筑基后期还会神识偷袭，是个老手。原来是李前辈，晚辈文武只是闭关苦修的散修。坠星渊凶险，散修各走各的，太吃亏。文老弟，有没有兴趣一起组个小队？如何？可愿与我同行？李老头，你又开始拉人了。他这状态进去能撑多久？文武，别怪我没提醒你，跟他组队的人，上次探索秘境一个都没回来。多谢仙子提醒，晚辈还是习惯一个人走。既然不愿，老朽不勉强。到了渊底，各凭本事。进了坠星渊，他若敢动手，我会先解决他。肃静！老夫星海长老会执事长老雷万山。废话不多说，规矩你们都懂。坠星渊传送大阵已经构筑完毕，渊内隔绝外界传音和神识探查，里面是上古玄天剑宗遗址，机缘不少，也遍布上古剑阵和傀儡。你们的任务是打通通往剑气阁的安全通道，找到剑气阁内的宗门金令。你们在里面得到的功法、法宝、丹药，出来后长老会只取30%，剩余7%归个人所有。谁能带出宗门金令，长老会保他结丹无忧，并直接晋升为内城荣誉长老。条件开得越高，里面越危险。这400-500人进去，能出来的不会多。传送大阵起！现在就走！稳住真元，传送力太乱了！不能混，落地前必须保持清醒。到了，先护身。落地第一件事，先防御。这里不对劲，没有日月，也没有星辰，空气里全是铁锈味，还有沉重死气。怎么回事？神识出不了3尺。这里没有天地灵气，一点都没有。他在抽我的真元，不封住气息，我会被这里耗死。传送把人彻底打散了，附近只剩10几个人。灵气断了，灰雾还在抽真元，长老会没说这些。坠星渊，第一步就要命，想活着出去，不能信任何人。这里没有天地灵气，护体灵光每闪一次，都在消耗真元。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我的灵力再散，我不带了。蠢货，别乱动真元！我要飞上去看出口，谁也别拦我！他真飞上去了，上面会不会有路？不对！救我！我的真元被抽走了！
息都没撑住。别再升空，谁动真元，谁先倒下。坠星渊第一条规矩，真元就是命。诸位同道都看到了，这灰雾对真元变动很敏感，波动越大，反噬越强。李老鬼，少说废话，这里不能自主恢复灵力，只能靠丹药和灵石硬撑。你有话快说。单走肯定撑不久，就算我们什么都不做，只维持护体灵光，丹药和灵石也最多撑3个月。李前辈，那我们怎么办？您说个办法，我们听您的。结盟，从现在起，我们12人结成同舟盟，共享情报，共同进退。结盟说的轻巧，遇到危险，有人背后下手怎么办？遇到宝物，有人独吞怎么办？所以要立心魔血誓，每人滴入1滴本命精血，发誓在坠星渊内互不伤害，违者心魔反噬，修为尽毁。老朽第一个起誓，谁不愿意？现在可以站出来。我加入。薛仙子，你呢？我可以加入，谁敢拿我探路，我拼着反噬，也会让他付出代价。文老弟，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了，你意下如何？李前辈深谋远虑，晚辈自然愿意。只是晚辈进来前就伤了经脉，丹药储备也不多，探路恐怕有心无力。废物累赘。文老弟放心，你既然加入同舟盟，只要安分守己，就不用打头阵。你在队伍中间，警戒侧翼。多谢李前辈，晚辈一定不添乱。心魔血誓对别人是枷锁，对我只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细线。他们以为我丹药匮乏，灰葫芦里上百颗极品丹药都还在。这场比拼消耗的局，我不怕。现在必须装弱，装到他们完全忽视我。既然结盟已成，就不能久留。这罗盘能感知微弱金属灵力，玄天剑宗以剑修立宗，金属灵力最强处多半就是核心方向。跟紧，不可飞行，只能贴地前进。他们把我放在中间，名义上保护，实际是在看管。味道更重了，前面有东西。停！李前辈，怎么了？准备。这是什么东西？上古剑宗护宗傀儡金科力士。他们没有神魂，不怕幻术，通体祭金精铁，强度至少是筑基中期巅峰体修。3尊筑基中期巅峰傀儡，这里还只是外围。稳住！别慌，他们沉睡太久，灵力源泉已经干涸，现在靠残存阵法本源行动，别让他们近身，用术法耗。说的轻巧，我们的真元可耗不起。迎战！他们速度太快，正面硬挡会消耗大量真元。牵制中间这尊，我来破他胸甲。嘿，没破防。玄冰斩！拖住他！这一剑亏大了。文老弟，别愣着，出手牵制！晚辈遵命，我这就出手。去！你这点火苗是给他热身吗？滚远点儿，别碍事。对不起，对不起，很好，没人会指望我。
我的法器，沼气擦到我了。完了，这是我最好的法器！别喊，先拆断关节！一尊倒了，照这个弱点打，压住他肩关节，再来一下！结束了，只是外围就耗了这么多。这一战，他们消耗很重，丹药、符箓、法器全都在减少。上古傀儡虽然难缠，但体内必有动力核心，那是炼制法宝的好材料。庚金晶核，这东西价值很高。这不是普通金属性灵力，这是稀世中的玄金煞气结晶。3颗晶核还不够，但它们证明一件事：坠星渊深处一定有真正的万载玄金煞。3颗庚金晶衡价值不低，按同州盟规矩，谁出力最多，谁优先挑选。薛仙子斩了一尊，理应分1颗。刚才我也出了力。厉前辈，晚辈有个不情之请。晚辈战力不行，但祖上学过一点机关傀儡术。这些残破关节上有上古阵纹残篇，晚辈想研究。晚辈不要庚金晶毫，只求分几块不值钱的金属残骸和破损关节。命都快保不住了，还研究破铜烂铁？随你，一堆没灵气的废铁，你想背着没人来？文老弟向道之心倒是坚韧，既然你只要残骸，那地上的破铜烂铁你尽可拿去。多谢李前辈，多谢各位道友成全。残甲里还留着一丝煞气，足够验证。有，这东西真能淬炼剑姬。晶核里的煞气太杂，我不急着争。真正纯粹的万载玄金煞，一定在遗迹更深处。李老鬼，接下来往哪儿走？等罗盘指路。在那边，指针反应很强，前方应该有大规模金属阵法遗址，那里很可能就是剑气阁外围。宗门金令也许就在前面。从吸收第一缕玄金煞气开始，这局已经变了。剑气阁，我要的东西应该就在前面。击毁傀儡后，我们走了3天，灰雾越来越重，真元流失也快了1倍。我的回气丹只剩最后3瓶了，再走下去，我撑不了多久。李长刚，你那罗盘到底准不准？3天了，除了黑雾和石头，什么都没有。张道友信不过老朽，可以自己走。同州盟没人拿刀逼你留下，空气里的细金剑气越来越重。路没有错。到了，前面有光。黑雾在这里停住了，前面一定有阵法。找到了，那座宫殿就是核心。找到了，宗门金令就在里面，拿到就能保送结丹。别高兴太早，上古剑宗重地不可能没有阵法。这广场安静的诡异，看好了。上古杀阵，太
太乙分光万剑阵，这是玄天剑宗护卫核心的绝杀大阵，结丹老祖来也是十死无生。薛仙子好眼力，不过这大阵阵基绝对残破不堪了。现在全凭残存灵力运转。李老鬼，你想说什么？别卖关子。它必然存在生门，大阵运转有断层，找出安全节点，窗前就能走过去。找出安全节点怎么找？拿命去试吗？走错一步，连元神都要搅碎。正是要拿命去试。赵老弟，同州盟说好互相帮衬，你修为最弱，进去探探路，我们在后面用神识指引你。不，我不去，这是送死。我们发过心魔血誓的，互不伤害。老子真元宝贵的很，没空看你哭丧，给我进去探路。你不能这样，老匹夫，我做鬼也不放过你！原来如此，刚才他左侧3尺的位置，剑气停滞了半息，那就是第一个安全节点。广场有100丈宽，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人去试错。这大阵是万载玄金煞构筑的补药，只要进去吸煞气，就能突破。李前辈，晚辈在天星城看过一本残缺古籍，上面有这上古剑阵的破绽。哦，文老弟懂阵法破绽，你之前收集废铁就是因为精通此道。不，晚辈不懂，只是瞎看的。晚辈修为低微，绝对走不过去。嘿嘿嘿，懂不懂？进去走2步就知道了。慢着，独眼老怪，你强忍我进去，我不出3步就成肉泥。你们什么破绽都看不到。李前辈，我可以去探路，但我要你那张2阶极品金钟符和50块中品灵石，不给我就自断心脉。小兔崽子，你找死！好，老朽给你东西，给你了，敢耍花样，老朽就算拼着阵法反噬，也要将你搜魂抽魄。多谢前辈。事不宜迟，请吧。第一步，生门，左前3尺。我再接上下去，有效，真的有效。第2步，右前方1丈坎位。还差一点，就差最后一点纯粹的杀气本源。文老弟，停下！前面的阵纹彻底混乱，老朽推演不出路线了。用古籍看看下一步往哪儿走。推演不出路线了。李老鬼，想拿我当垫脚石？今天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引狼入室！轰！跟我，你个疯子！你想拉着我们一起死吗？来吧，玄金煞气本源，助我踏碎这后期门槛！这就是真正的毁灭吗？诡异剑诀，给我记！
口气。必须伪装，李老鬼他们绝不可能全死。哼，文武，老夫要将你抽筋扒皮！小子，老夫杀了你！李前辈，饶命！我不是故意的，不小心踩空了剑指。晚辈用祖传的移星换斗符，才留了半条命。李老鬼，杀他浪费真元，你看看前面，剑气阁开了。算你命大，等老夫取了宝物再出来收拾你。真正的杀局，现在才刚刚开始。上古首阁异兽，金铜剑狮，谁第一个踏上台阶，必引来雷霆一击。李老鬼，你还想让我去试探吗？大不了大家一起耗死在这里。老朽受了重伤，哪里还有本事试探？文武，你居然还没死！晚辈命大，服下了一颗吊命丹药，勉强爬了进来。天意！哎，文老弟真是我同州盟福星，这百草还魂丹，你快服下。多谢李前辈救命之恩，晚辈结草衔环，无以为报。你上去把宝物取下，剑佩归你，功法归薛公子，老朽只要金令，如何？真的吗？好，晚辈去拿。就是现在！枯木逢春决，血雷音煞剑，出鞘！筑基后期。李老鬼，你不是说这宗门金令你要了吗？来，我拿给你。文前辈，误会，这都是误会啊！老朽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前辈。这宗门金令，老朽不要了，所有的宝物都归前辈。老朽储物袋里还有500块中品灵石，全部孝敬前辈，只求前辈将老朽当个屁放了。李老鬼，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少试了。文武前辈，贱妾瞎了眼，有眼无珠，求前辈饶贱妾一命。只要前辈不杀我，贱妾愿交出一缕本命神魂，从此奉前辈为主。贱妾修炼的功法名为素女玄冰诀，乃是绝佳。薛仙子，你之前说的对，这绝地里
没用的人就是用来填坑，而且你看到了我身上太多的秘密。在修仙界，只有死人才能完美的保守秘密。来得好，正好拿你试试这后期修为的成色。雷音煞现，斩！连续施展3次全力一击，真元消耗了近2成。好东西，这等极品法宝雏形，拿出去随便找个拍卖行，都能换来天价的资源。大极剑阵布阵图，以及玄天剑宗内门弟子修炼心得，真是瞌睡送来了枕头。哼，天星城的那些老怪物，真的会为了这么一面令牌，兑现保送结丹的承诺？果然有猫腻，那是一道子母追魂咒，好狠毒的算计。天星城的老鬼根本没打算让我们活下去，拿到令牌出渊的瞬间，就能瞬间锁定我搜魂夺魄，想拿我当苦力，做梦！进来的传送阵是单向的，如果不拿令牌，我必须找到上古大能留下的秘密退路。这高台阶梯暗合9宫8卦，找到了。私人逃生通道，虽然年久失修会导致坐标彻底混乱成随机传送，但总比出去被人搜魂强10000倍。老狗们，既然喜欢玩阴的，小爷送你们一份大礼。敢用神识催动定位，这变异雷霆就顺着链接炸烂你们。咱们走着瞧。该死！这阵法破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不能硬扛！先生，这是元磁神光的变种，好狠的随机传动，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老天爷真是不给活路啊！老伙计，这次又要靠你了。血磁拳，生命力够顽强，有生机就行。
枯木转生，给我融！终于稳住了，筑基后期成了。好一个天然的绝命牢笼！既然无法飞出去，那就把剑气焊在拳头里；既然无法飞出去，那就在这里好好梳理一下这次坠星渊的收获。好可怕的冰寒之力，可惜跟我修炼的归一剑诀属性完全冲突，强行炼化走火入魔。以阵眼界，楚剑若融合万载玄金煞，威力能拔高一个大境界，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72把同根同源的极品飞剑，把我卖了也凑不够材料啊！结丹期上古妖兽，天生蕴含剑气，他们的骨头就是最顶级的材料。虽然我不会什么高深的炼气术，但这归一剑诀中院有一门血炼融冰的偏门法术，只要材料足够极品，就能将其强行熔建成剑胚，杀伤力绝对恐怖。融，给我练！这无名刺岛虽然是个绝地，但这里庞大的原子之力反而成了一个天然的重锤，天无绝人之路。在这破岛上待多久不知道，但只要我能把剑阵练成初步的雏形，就算面对结丹初期的老怪，我也敢正面硬刚。该死！这结丹期妖兽的骨骼硬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这是第3次抽取本命星血，再这样下去，刚刚稳固的筑基后期境界就要跌落了。绝灵刺岛没有灵气，我无法用常规丹火，只能借着原磁神光为锤。连心之痛，有活物靠近，这绝灵刺岛上居然还有能行动的东西。我的引灵阵没有破损，外面的东西不是靠灵力寻路来的，是血腥味儿。我强行施展血炼，本命精血的味道把它引来了。3阶顶级妖兽，不对，没有妖丹灵力，这是靠肉身和吞噬磁力进化的异变凶兽。该死！现在是血卵最后关头，强行切断，我会遭受血气反噬，修为退回。想吃我？你这妖兽也配？去！什么鬼东西？连雷剑都斩不断它的壳！
发什么愣？还不赶紧切断血链！这噬磁珠的网最多只能困住他3息弓箭。人，这绝地里竟然有活人！不管了，3息时间足够了。疯子，你用绝毒之物浇灌剑胚，剑体会瞬间废掉的。闭嘴！大金剑阵，毒煞成型。剑阵起，上！你是谁？说错一个字，我现在就把你搅成肉泥！嘿嘿嘿嘿嘿，好一个心狠手辣的后生，对自己狠，对别人更狠。老夫公孙野，50年前，老夫也是这天神城首屈一指的炼器大师，只因为贪欲一处古修士洞府，卷入了空间乱流，流落到了这破岛上。前辈既然是炼器大师，为何会落得如此田地？刚才那一网，可是想等晚辈和这妖兽两败俱伤后，坐收渔翁之利。哼，小子，你不用拿话来套老夫。你刚才那副虚弱的鬼样子，老夫若真想杀你，趁你练起反噬的时候扔一把毒杀就够了。老夫之所以救你，是因为老夫看到了你炼制的那套剑胚，3阶脊骨为主材，融合顶级煞气，这是足以撕裂这片磁暴虚空的阵法法宝。只要你把这套剑胚交给老夫，让老夫用这岛上独有的原磁地火将其彻底精炼，我们就能联手打破虚空，离开这个鬼地方。公孙前辈的美意，晚辈心领了。不过这剑阵与晚辈心血相连，除了我自己，谁也无法驱使。哦，老夫偏不信邪，老夫这就破了你这剑阵。而且，前辈说体内的真元早就枯竭，可我观你气血旺盛。这50年来，在这寸草不生的地方，前辈是靠吃什么活下来的？小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不肯主动交出来，那老夫就自己来拿。想吃我？看你这副老牙长硬不硬得过我的剑？哼，小兔崽子，老夫这具磁技金刚体已经大成，你这几把破骨头破不了老夫的防的。公孙前辈，你大概是在这岛上待太久了，忘了修仙界的一句老话：永远不要低估一个符箓师的底牌。雕虫小技，给老夫碎！阴然麻骨，碎，你没机会了。老东西，尝尝我给你准备的加料特饮吧。我的身体，我的血气，你用了什么毒？公孙前辈，时代变了，光有蛮力，在这吃人的修仙界，可是活不长的。这破岛还真是一刻都不让人安生啊！
在这修仙界，比起活人生死相搏的算计，死人的味道反而是最让人安心的。这老东西50年来到底吃了多少个被随机传送过来的倒霉蛋？哼！利用元磁之力的粗浅法门，不愧是炼器大师。收。老夫恨呐！这里是绝灵集集之地，真元每天都在流失。为了活下去，老夫只能杀人，吃他们的肉！天无绝人之路，老夫用整整30年走遍此岛，这根本不是天然死地，它是人为布置的封印，用来镇压中心那口元磁地火眼。火眼最深处有空间波动，绝对隐藏着大型上古传送阵，那是唯一的出路。可是老夫进不去呀！火眼周围有1000万磁晶火蚁，老夫没有强大法宝支持防御，老夫什么都没有。公孙野，你缺一柄足以撕开遗海的凶兵。我的大金剑阵玄金煞气破甲，正是那些火蚁的克星。你真元枯竭无法持久战，但我不同。只要能活下去，只要能离开这里，这点痛算什么？大金剑阵雏形成了！老家伙，你没命想的传送阵，我笑纳了。是时候离开这老鼠洞，去会会那些所谓的上古异种了。在这破地方，非就是找死。找死！出！不堪一击。融合了煞气和剧毒，对付这些没有灵智的妖兽，简直就是降维打击。这就是磁晶火蚁，数量居然恐怖到这种程度。就算结丹期掉下去，护体钢体也会瞬间被啃完。一吸就吃完了，这速度，刚才如果是扑向我，我连拔剑的机会都没。他们怕火，不对，他们叫火蚁，不可能怕常规火焰。我明白了，火蚁外壳是金属矿石，而元磁地火专烧金铁，地火是他们绝对的克星，只要沾上，他们就会化成铁水。元磁地火不分草木，灰葫芦的本源是上古枯藤，是纯粹的木属性生机，用它强行催生出一条纯木属性的引火索，直接连到地火眼。这是个疯子才敢想的计划，一旦失败，我会被地火烧成灰烬，但我没有退路了。干了！
大金剑阵，给我开路！大计剑阵，毒煞连华，起！好，这剑阵的威力果然没让我失望。不行，数量太多了，最多半炷香，古剑就会彻底报废，必须快！给我顶住！赌对了，他们以金铁为食，对草木之物根本没有食欲。给我滚开！最多只能撑10个呼吸，拼了！上！该死，还差一点！剑阵给我爆！剑阵给我爆！终于活下来了，这必死的绝杀之局，我硬生生趟出了一条血路。专门克制神魂和法宝，要跳进这口专烧神魂的井里才能做阵法离开。我这点真元，跳下去会瞬间化为青烟。等一下，我在高台上拿到了什么？寒极冰魄剑胚，水克火，冰亦克火。玄天剑宗留下地火眼作为封印，就必然会留下钥匙。能不能离开这鬼地方，就看这一把了。走！成功了，真的是上古大众，8颗极品灵石，好大的手笔！是谁？好果决的手段，好狠辣的心性，难怪你在暗会里展露的那一瞬假丹威压能唬住鬼叟那帮老狐狸。自我介绍一下，在下水镜老魔，我们可是老相识了。是你，水镜老魔，你怎么会在这里？很惊讶吗？你在暗会上骗过了所有人，但你骗不了我。老夫主修的是水镜灵瞳，一眼就看穿了你的骨灵和气血。一个不到40岁的修士，绝不可能拥有假丹修为。你的威压是伪装的。至于老夫为何会在这里，因为老夫是天星城长老会的内线。这坠星渊的每一次开启，这无名祠岛的每一个随机传送坐标，长老会都有备案。老夫利用一件异宝穿过地火，在这里守株待兔足足3个月了。现在把你身上所有的秘密、所有的储物袋，还有那套藤蔓种子全部交出来，老夫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水镜老魔。2年前，天星城外的黑海之上，我明明已经用雷音剑气贯穿了你的眉心，搅碎了你的心脉和神魂，你怎么可能还活着？很意外是吗？你那一剑确实狠辣无情，连元神都没给老夫留下半点生机。但你不知道，老夫早年曾在一处上古遗迹中得到过一门极其偏门的保命邪术——水镜双生影。老夫曾生生割裂了一半的本命神魂，耗费了整整60年的寿元，才炼制出那么一具与本体一模一样的替死分身。那具分身本是老夫为了抵御结丹天劫准备的底牌，却没想到居然折在了你手里。你毁了老夫结丹的唯一希望。这半年来，老夫动用了在天星城长老会所有的内线，翻遍了整个星域群岛，才查出你的真实身份。原来是替死分身，难怪你这种贪生怕死的老狐狸当年敢一个人在海面上截杀我。不过老魔，你既然知道我能杀你那具拥有巅峰战力的分身，今天是谁给你的勇气，觉得本体就能吃定我？呵呵，死到临头还敢虚张声势，你以为老夫看不出来？你现在的气息虽然达到了筑基后期，但你那气血虚浮、真元枯竭的模样，能瞒得过老夫的水镜灵瞳？现在的你连30%的战力都没有。杀你这只落水狗，老夫如探囊取物。水镜灵域开！一元冲水，不对，是掺杂了重水精华的水系领域。文老弟，好好享受老夫这玄冥冲水阵的滋味吧。等你体内的真元被彻底冻僵，老夫会一寸一寸地捏碎你的骨头。想耗死我，那要看你的牙口够不够硬。剑法确实凌厉，但水是斩不断的。糟糕，水粘住了剑体，威力直接锐减了60%。高级玄冥重压落，死吧，死吧！哈哈哈哈！水晶前辈，我认输了。收了神通，我把那个葫芦，还有紫金雷音烛的秘密，全都给你。我储物袋里还有一部上古剑阵的功法，全都是你的。算你这小子识相。储物袋上居然还有神识禁制，小子死到临头还敢跟老夫耍心眼儿，解开禁制，否则老夫立刻压死你！晚辈不敢。这禁制是血脉禁制，必须晚辈亲自解开。前辈，您靠近一点，我快撑不住了。哼，量你也玩不出什么花样。解开禁制。水克火，但冰可是能冻结水的。这是极品冰属性法宝，你们用它穿过地火。给我爆！我说过，水克火，冰克水。老魔，你的重水阵太脆了，大金剑阵不能用了，右臂废了，真元也枯竭了。但老子还有最后一张底牌，老子今天就算不用法术，也能砸碎你的狗头！给老子死！哈哈哈哈哈哈！天星城，你们欠我的这笔账，总有一天我会亲自回去，连本带利的讨回来。这根本不是平稳传送，是空间方式。想废了我，
休想！这里有灵气，只要有灵气，我就能活下来。有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必须藏起来。老大，刚才巨大的灵气波动就是从这附近传来的。妖兽没看见，倒是看见个半死不活的小子。喂，死了没有？哎呀！哎呦，前辈饶命！前辈饶命啊！炼气3层，这等废物也敢跑到黑水云藻来找死？是个穷鬼，看他这右臂的伤，活不过今晚的。别管他了，走。确实是个穷鬼。不过老大，我们猎杀2阶巅峰铁甲毒鳄，正愁没有合适的诱饵呢。晚辈愿意交出所有财物，求4位前辈带晚辈离开，晚辈做牛做马报答各位。做个诱饵倒是刚好物尽其用，帮我们引出毒鳄，事成之后带你出去。晚辈遵命，多谢前辈救命之恩。少废话，吃了这颗药。噬心千机丹，想毒死我，简直是把泥鳅扔进油锅里。老实点跟着，敢耍滑头，让你体会万物噬心。看他半死不活的样子，明天能不能跑都是问题。明天在他伤口撒点引兽粉，扔进泥潭，毒鳄闻到血腥味自然上钩。先化开这右臂的极寒之气。必须在明天恢复至少5成战力。你们把我当成诱饵炮灰，却不知道牵在手里的是什么。明天的沼泽绝对会非常的热闹。通了！毒牙小队，明天我会给你们一个天大的惊喜。别装死了，赶紧起来探路！误了猎杀时辰，我现在就把你剥皮！前辈别打，晚辈这就起。穷鬼的命还真够硬的。命再硬，等会儿到了毒鳄巢穴，也得变成肉泥。停！前面就是黑泥死渊，小子，该你上路了。前辈，说好的带我出去的，你要干什么？老子这就带你出去。引兽粉混合鲜血，铁甲毒鳄绝对抗拒不了。滚下去吧！这气息不是2阶巅峰，他半只脚踏入3阶了。救命啊！
这妖兽发狂了，动手！地缚术起，攻他的眼睛和软腹！老大，顶不住了，破不了防。撤！点子扎手！救我！你这王八蛋！不要过来！打完了吗？你这个诱饵怎么可能还活着？这威压筑基后期，借你们的手消耗了这妖兽几分力气，也算死得其所了。大金剑阵，出！冲！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从现在起，我问你答，敢说半句假话，保证你死得更惨。这里是什么地方？距离天星城多远？最近的坊市在哪儿？这里是黑水云罩腹地，距离天星城30万里。最近的坊市在落叶城，往东半个月路程。很好。30万里，落叶城，我文武回来了。入城费10块下品灵石，储物袋打开检查。受了伤的残废，进去吧，别死在城里脏了街道。终于安全了。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水镜双生影与水镜灵童，割裂神魂的替死之法，断绝大道，直接放弃。但这门能看破虚妄、洞察真元轨迹的瞳术，与我的隐秘功法正好是一攻一防。极寒之气封死了这条被空间乱流撕裂的手臂，麻烦大了。强行融化，血肉会立刻崩溃，不能融，也不能不融。既然逼不出去，空间裂痕也无法修复，那老子索性就不修复了。以身为炉，一种熔炼，将这段断臂直接炼化成我大金剑阵的主镇险之剑，一把融合玄金煞、寒极冰魄与空间属性的绝世凶剑。需要2样东西：稳固裂痕的空明石和温和熔落的地灵温火。这2样东西只有顶级地下黑市才有可能出现，看来得去会这落叶城的地头蛇了。